一天是不良人，一辈子都是。大唐贞观元年，术士袁廷登进京拜为国师，建立专为皇室服务的秘密组织不良人。30年前，不良人消失得无影无踪，反贼攻破了长安，江湖上就忽然出现了所谓的龙泉宝藏的消息。这就是龙泉剑，凭此剑中的秘密，就能平定天下，匡扶帝室。我是太宗皇帝李世民嫡派子孙李星云。李星云就在潞州城内，通告全城，我藏药患者，杀无赦。眼看着梁军屠杀百姓，却无动于衷。李星云，没想到你还真敢来呀！朱有文亦与朱有贞联手，要寻找龙泉宝藏，而李星云被关的地方，正是当年鬼王朱有文被囚禁的地方。你们居然偷入皇城，妄图劫走李星云，真当我大唐无人吗？这是我的选择，我不后悔。龙泉宝藏终于到了。我的名字叫赤马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你怎么知道这龙泉剑？如果你不想自己变成一只蚕蛹，就跟我成亲。疯了！既然人家的房子被你一晚上连穿了2次，那你就要起舞啊！这个是我们万都窟的规矩，从古至今都是这样，不能变啊。虚如雪，根本就不是中毒，这是中毒。相许相见，月入于诚。跟我去接骨。不念，心心安。不如1个月后，我们长安朱雀门一聚，如何？变成他，在朝月的殿下。林天罡，你跪在我面前，认我才是天子。正是生水，天看世情形势。他的左手画着一种古老的魔剑，只有12段时才会拥有这样的运气。你把他怎么了？想知道，来窑中找我。12洞。人人都道生逢乱世，身不由己，而我却始终相信一句话，叫做虑己则安。大唐已世数10载，不良率冲入，平静之下暗涛再涌，触而即发。我被身在此局，再虑己，便是逃避。黄图霸业、高翔远也，皆是虚妄。克己守心，如今最好的方式，不是无畏，而是主动。出击！日月循环，周而复始。世人心永不会因天下而变化。是天下因人们因我们而变化。李思云，我知道你在这儿。禀齐王，1万流民已入齐国。入齐国即齐民，好生安顿。可如今天下太平，为何会有如此多的流民？太平只是这世间的面子，而里子早已烂透了。各诸侯野心勃勃，却密云不雨；百姓流离，四起哀怨只是开端。如今世人心中再无枷锁，
终局唯有败叶狂风，血海尸身。不良人可有消息？迦叶寺慧明毫无踪影，天劫星与天挑星也不知所踪，余下的不良人，更如从未存在过一般。如此，玄冥教又如何？据查，自孟婆消失，玄冥教分崩离析，已成一盘散沙。教中门徒烧杀抢夺，无恶不作。倒是那黑白无常，没了踪影。世人皆死到临头，无常却要寻活路了。成了。齐王，大灾将至，总要做些什么。解铃还需系铃人，我们现在能做的，便是守住齐国，让那暴风劲雨来得迟些。但我相信，那些能够让整片苍穹都为之放晴的人，就要出现了。玄武山天师府到。收。功力可有影响？金蚕蛊，名不虚传。太好了，大恩不言谢。今日各位可是要启程前往饶江？正是。李思源与万毒窟近日暗中联系频繁，而万毒窟操控着整个饶江，如不查清其中缘由，此事恐生巨变。李兄已先行一步，晋国这边就请齐王为系，五叔会留下做个帮手。侯青与汉拔何在？侯青师祖向来行踪不定，而汉拔则是受上饶公主之请，留在吴国训练吴军。吴国上饶公主跟我关系很好，师哥与子凡也跟楚蜀有些交情，相信他们绝不会为难齐国的。此夫可调动我一方齐军。万毒窟险恶，我齐国助你。不可！你大伤初愈，此护国安民之物，在下绝不敢收。而且，目前局势也不保蜀、吴、楚三国，不对齐国出手。子凡，天下事，皆为利，与私交无关。张公子是个知天下的人，若是那人有高居庙堂之志，天下或许就是另外一番局面。女帝言重了，我想李兄心中自有格局，这点你应该比我明白。既如此，本座便不留各位，饶江一行，祝你们马到成功。终于找到这个鬼地方。饶中，你把他怎么了？想知道，来饶中找我。放心吧，我们来了，吃梦就不会有事。前路未知，小心。像是养虫人家，别去招惹。中原人，你姓李？你是谁？既来之则安之，且看看他们到底要搞什么鬼。阿朗阿雅，又见面了。我们来了，师梦在哪？带上，我的首领要见你，到时你会知道你想要知道的。我如果现在就知道12洞不屑与你们为敌，若出了手，
后果自行承担。好，我们跟你走。阿郎阿雅，请。请。错，只顾姑爹你总是瞧不对，是不是没有好好的练习？赤梦姑娘，小姐姐，你的臭鼠解开了。喂，你知道我和雪儿费了多大的劲才不拉屎的地方吗？一个小女人是骗我们过来干什么？好好说，我们也会来费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吗？停！我先说，你们怎么会在一起？我要救我爸，他们是我找来的帮手。那你不好好救鬼王，在这做什么？要打毒王八关会虫咋个行？当然要学点毒了。他们仨为什么会有12洞的刺青？我子呢？哼，想冒充12洞救人，就凭他们。不行啊！你们不也被骗了吧？就是。12洞不屑与你们为敌，若出了手，后果自行承担。嘿嘿嘿。闭嘴！该我问了，你在乎我来这点？他拿着你的头发来找我说让救你啊！是本人和极乐的主意，主要是本人的主意。你找他们来搞什么？本人对饶家师徒不服，早就销毁中原，半道却被你给扣了。本人牺牲，你救父需要人手，所以你以为这样我就放你走？天真！说，是不是剪我头发了？没有，是金乐给你打扫房间，收集了1个月才收集到的。哎呀，明天就是个9里寨探视情的大日子了，这么关键的时候，你们居然还给我找事，你们信不信我？不要啊！不要再给我们放虫了！别放虫了！都给我滚！原来是误会，你没事就好。都怪我没有看好他们几个。现在知道错了，算了，既然来了，就勉为其难的帮帮你吧。哪个要你帮？本圣女身份尊贵，在饶江呼风唤雨。明天我和9里寨搬了救兵，一定能顺利救出我爸。哦，那我们可就回去了。停。行，雪儿，走。小姐姐，我送你。赤梦，不必远送。你就这么急着走啊？刚刚先说要走的人是你吧？要不先找个驿站，明天再去赤梦说的那个9里寨转转。大家跟紧，明日我们就到9里寨了。好嘞！终于上队。不对，他们是同文馆的人。圣女驾到！圣女，
怪不得如今万毒窟视你为叛徒，赤力怎么能做出这种事？阿树，你与我老爸是至交，今日我请你出兵救人，你来不来？来。但我小小的九黎寨，如何能与万毒窟抗衡？你可听说过是爱洞？那不是传说中的地方。莫非他们？你只管出兵，事成后，万毒窟将会世代庇佑九黎寨。谢圣女圣恩。寨主，他们到了。圣女，寨中还有些事务。忙你的去，今日我便留在九黎寨，你带着人，明日随我一同去万毒窟。万毒窟的货已经送到，还不让你们寨主滚出来迎接？老子千里迢迢来到这么个破地，就为了送一条死鬼，真是晦气。送人？李思源到底在搞什么鬼？怎么没动静了？怎么会？这寨主，走。处理好了。是，只是通文馆的人口出狂言，最后连他们也一起收了。晋王早有交代，来人皆可自行处理。把人尽早送到万毒窟，毒公要的可是很急呀。那圣女，12洞早已几百年不见踪迹，亏他想得出来。里面已经动手，他走不了。是孟姑娘，叛徒！你竟然背叛我老爸！哼，你还当你自己是万毒窟的圣女吗？10万大山已经变了，你什么都不是。动手！没事吧？你们再给我摇回来了，这点很危险。我们来了，就不危险了。从现在起，再有人敢碰他一下，我保证挑你们整个寨子。你们是什么人？是你们惹不起的人。不信，试试。找死！雪儿，带着小妖女离开，我护你们。这里果然有问题，这是虫子，怪不得这点的人身上没有虫，原来虫都在土壤之下。知道的太晚了，先把这个男人拿下。原来如此，以玉虫控制沙土聚散，使人可藏于地下伏击，好战法！小姑姑，小妖女，在你们饶江，这属于什么级别的虫术？很罕见，至少能保佑一个寨子的平安。是吗？那你们饶江寨子的安保，还真是有待提高啊！大胆！小心！你就用这么个破阵护佑寨子的平安，一拳破了你的破阵，服吗？你
说实话，他重振不弱，只可惜你们这些虫师武功太差。说，为何要抓那些中原？万毒窟定系枫叶之辱。枫叶之辱。枫叶是蚩尤的桎梏。传说当年蚩尤一族败于黄帝，而蚩尤本人则被带上木质刑具桎梏，押解行走近2000里，手足被桎梏磨烂。蚩尤被杀后，在长途押解过程中，渗满鲜血的桎梏气落在山野间生根，长成一片如血似火的枫林，那叫一个惨呐！没错，几百年战争不断，百姓们都跟着遭殃，蚩尤一族也不例外。那最后我们的祖先逃到了这里，这里变成了饶江，而万毒窟跟我老爸便是整个饶江的主心骨。只是我老爸现在被困，否则他们也不会这样喊打喊杀的。督公的阴谋恐怕不小。可，把你们这点最好吃的东西都给我拿过来。是。喂，小。接下来什么打算？督公野心博大，而李嗣源更甚。他们暗中勾结扣留囚犯，背后必有什么阴谋。想破其中玄机，看来只有先帮小妖女救出毁王。嘿嘿，到时候毒公和晋王2个老杂毛是煎炒还是烹炸，那就看心情喽。吹吧你就。如何？唉，东王馆的人都被关起来了，其他人都是些老百姓，放走了。没事就坐下吃席吧。喏，你们救了我，秃头给你们吃，吃完了就回中原。唉，看来在饶江的日子也不好过。又没让你们在这里过，都说了让你们回客。哼，我说的是你。我不好过。妖怪，我可是堂堂万毒窟圣女。万毒窟已经被毒公控制了，不是吗？哼，他才没有那个本事。唉，你从中原回来之后，应该吃了不少苦吧？如今整个饶江都惧怕毒公，恐怕你已经找遍了饶江寻求帮助，但没有人愿意帮你这个圣女，对吗？我猜这个九黎寨是你最后的机会，可惜，连他们也站在毒公那边了。你来这里是为了嘲笑我？不，我来是为了告诉你，饶江没有人帮你，但中原有。这些日子辛苦你了，安心吧，我来了。这整个饶江，我们帮你拿回来。大家都没事，真的太好了。真的以为我能闭目
走出来。哎，真是够了，居然连路都没有！你们万毒窟也不知道开发呀！这还算好走呢，跟上。哎呀，又来，什么破地方？哦，戴氏华佗受不住了，要不要帮你跟魑梦姑娘说一声，让她帮你驱虫？哎呀呀，昨天也不晓得是哪个大言不惭的说，我老李从小跟药长大，身上出的汗都是补气益血、避虫驱毒的灵药。哼，让他和自己的汗喝吧。姐姐，我们走。哦，终于能呼口新鲜气儿了。这里就是万毒窟，什么都看不到啊，都被雾气挡住了。是瘴气，这片中年不散、出者即死的毒瘴里面，就是万毒窟啦。你进得去吗？当然啦，我们万毒窟的人浸泡过特殊的毒药汤，不会受其侵害。我俩呢？嘿嘿，进去就死。那费劲巴力的跑过来干嘛？是你说要来看看的。不要想了，你的医术没有用。有办法就赶紧说。嘿嘿，外人想要进万毒窟，办法有2种：一，跟我学虫避毒。学虫？你们若是会一些高明的虫术，便有机会避毒而入。只是时间紧迫，我可以教，但能学多少倒是是死是活，就看你们的天赋了。不用说了，我选啊。我可不是怕死。第2种就是用避毒珠，它可是饶江很稀罕的物件，可避毒于方圆数丈之外。而且我知道有一个地方可能会有。什么地方？龟狮子。远吗？到了没有啊？穿过这里就是了。很小吧？快点跟上！这里时间刚好。这里就是我们饶江最大的世界啦！看，在这滚石子里，无论是奇珍异宠，还是诡谲法器，甚至是稀有的虫术、毒术的修炼之法，都能买到，包括我们要的避毒珠。图，你说他会在哪儿？问。喂，你们是什么人？是大总。有人能认出我们？做事。不是要找避毒珠吗？转什么呢？万毒窟早已经对外宣称我这个神秘叛变，而且你们2个中原装扮太扎眼，我们得先去换身衣服。老板，买衣服。 ，
自己挑吧。奇奇怪怪呢。小姐姐，你穿这套肯定好看。那我就来这身。哎呀，你穿什么都一样。走了。碧毒珠在哪儿？说了，你活。拍卖会。是啊。什么拍卖会？怎么了？你们两个怎么奇奇怪怪的？哇，小姐姐，你好美呀！哇，那个，我们知道碧毒珠的下落。真的？老板，你说的拍卖会在哪儿？就在南边，估计再有半个时辰就开始了。你们如果要买碧毒珠的话，哎，人呢？1、2、3，全爆了。唉，有办法了。什么办法？哼哼，偷。是个好办法。啊，这个不太好。听着，这点每家摊铺都挂有古灯，不同颜色代表不同的类别。你们记得我找黑色的古灯，那里严禁外人靠近，也是把守最严密的地方。还有卖钱的珍宝都藏在那里，碧毒珠也一定在。这就是把守最严密的地方。在这里，没想到这么容易就找到了。东西拿来。你们是什么人？杀你们的人。小王，退。开市这么多年，第一次有人敢在鬼市子偷东西，胆子不小啊！何止，本事也不小。你谁啊？他是鬼狮子的头头，小翁。哼，厉害吗？绝对比你厉害。误会啊，前辈，都是误会。我们只是刚刚路过，正好看见有人要偷碧毒珠，就随手给他打跑了。我承认，我确实对这个碧毒珠呢有些垂涎。想，但从小我娘就教导我，不是我的不能拿，所以我决定物归原主。态度不错，那今天我也就网开一面，让你们死的痛快点儿。杀！且慢！究竟何故？小翁要对我们的人出手？龙少主，你们是龙少主的人？小翁，刚刚在东市崖下，我们发现了一具尸体，是被发焰虫焚烧而死。据查，凶手在找碧毒珠，而且为了逼问其下落，还对其他人下了手。发焰虫，半族。刚刚那2个人是单族人，看来真是误会了。去找人。是。如此，便多谢小翁了。哈哈哈哈！龙少主内功深厚，不必卖弄了。哎，你们一路劳顿，今日清晨刚到此地，晚上就闹了这般误会，快现身吧！我得好好给你赔个礼呀。
啊！哎呀，龙少主，你怎么才来呀？上酒菜。这么说，只有先救出鬼王，才能知晓这背后的阴谋了。是，还是先说说你们吧。哥们，你什么情况啊？哎呀，我也不清楚。一到这儿，他们就管我叫龙少主。赤梦姑娘，你可知这龙少主的身份？这万大山前虎绕的，形容的多了可了。而且龙少主是我堂堂神女早可能晓得嘛。子凡，不如我们如实说了吧。小文肯定不会放过我们的，先想办法把碧毒珠拿到手才说。可是，你们怎么会来这里？我跟子凡到饶江后，料想你们会去万毒窟寻赤梦，便决定去找你们。之后得知了毒瘴一事，又打听到了此处有碧毒珠，就来了。那你们这身打扮……中原装扮太过显眼，正巧我们遇见了2个要去鬼狮子的人，心急之下便买了他们的衣物，而且被我改小了好几圈，他才勉强穿上。只是没想到，他身份这么尊贵啊！是啊，你倒是尊贵。哎，龙少主，你的婢女怎么也入座了？我们向来如此。好品质，想当年你一出生我就看出来了，你这孩子必然不凡呐。虽10多年未见，但我的眼光错不了。再看你的朋友，也都是气宇轩昂，英姿飒爽。各位放心，龙少主的老爸是我最好的兄弟。几位龙少主的朋友，若是想要必毒珠，待明日礼成，我双手奉上啊！哈哈哈哈哈！那晚辈就多谢小翁了。喝，干！哎，要谢也得是我谢诸位能来参加龙少爷和小女的婚礼呀！怎么了？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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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他这是……他这是因为高兴而激动啊，是不是师妹？快笑一个。既如此，小乔，出来吧，敬你未来的夫君一杯。完了，这下完了！程子凡，你跟他那一眼就死定了。好哥哥，请。明日大婚，这碧毒珠就算嫁妆了，准备去吧。各位尽兴。来，今日我们不醉不归。张兄，你确定要这么晚去找他？林轩，我此行只为碧毒珠，如今也只有我以现在的身份去，才有机会。不用说了，诗梦姑娘救过我的命，鬼王有难，我无论如何也要帮她。陆姑娘，但你要是敢做出一丁点出格的事，我就把你，明白吗？这么久了，怎么还不出来？他到底在里面干什么？这哪是这么久，简直太久了。喂，他才刚进去啊！你不懂，我理解我师妹的心情。不行，我得去看看。你们在这儿等我。他是真的进去了很久，对吧？对。那还等什么？张子凡，你们快给我出来！你们别过来！大眼
小姑娘，小姑娘。我就知道，果然又是你们两个。你丢了兵刃，那我就空手陪你们玩了，如何？别不敢打啊，朋友，用全力！都别动！这发炎虫专捕活物，动作一大，它便会燃烧，我们必死无疑。哼，你们武功不弱，居然逼图把所有的虫都用掉了。要你死，很简单。原来是死西林的神明能够庇佑各位，再会。厅长，他们一定没走多远，你们快去把碧毒蛛追回来。我先想办法帮你们脱身。可是我不会接发炎虫啊！放心吧，我刚刚和李兄早已想出驱虫的办法了。真的？废话，还想不想救你爹了？赶紧把碧毒蛛拿回来，不然我饶不了你们！你要是敢骗我，我也饶了。就算你死了，也一样。走。现在怎么办？我哪知道啊！小霞，睡了没？啊！哎呀，有救了！放开他！站住！啊！快叫大虫师来！离开！你们不是对手。啰嗦，是不是对手？打了再说。发焰虫世所罕见，为饶江死西林独有，只附火物。若在身上燃烧起来，便再无回天之力。除非让这些虫先离开他们的身子，到时无论此虫如何燃烧，便不足为惧了。那如何才能让虫离开？哼，他们只要成为尸体，虫就离开了。滚！这样下去，撑不了多久。不错，必须尽快想办法脱身。你有办法？别急，慢慢说。我坚持不住了，要抽筋儿了。大姐。不过如此嘛，自己找死，怪不得别人。上！抱歉了，穴道一会儿就解开，你忍忍。等等，他们只要成为尸体，虫就离开了。有办法了。啊，真的？张兄，你说的办法是什么？我们得先死一下。你疯了！张兄，你在说什么？华阳针。再退！张兄，这
这里能一下子消灭所有虫的人，恐怕也只有你了。我会用化阳针封住你们的内关穴，使你们气息静脉暂停运转，呈现假死状态。虫只破活物，等全部的虫来找我的时候，我便替你们开穴，再给自己封穴。到时空档出现，便射击转瞬即逝。之后就靠你了。五雷天心诀。就是现在！听我老爸说，傣族世代生活在死西岭，那里雾气终年不散，不见日月，所以傣族对光有着十足的恐惧。说，你们为何寻找避毒珠啊？因为千劫大会，万都窟的千劫大会要开始了。哪天？5月初5。为什么会选在这个日子？该做什么？不用我告诉你了。快准备房间，小心！快点，慢点！到底是快还是慢？你的五雷天心诀是越来越厉害了。这些虫触之则燃，所以房子才会烧起来，可不关我事儿。装吧你就。哟，都活着回来了。你们也没死，真巧。千劫大会是万都窟众多传统中最为重要的一关。除了基本的祭祀与表演外，当天还会通过比试与考核选拔优秀的虫师。万都窟外的督长便是第一道考验，唯有能力不凡的虫师才可顺利避毒而入。之后，他们还要面临着斗虫与噬虫两大险关。最终，通过全部考验的虫师会被万都窟授以神具令牌，从此便可留在万都窟学习真正的御虫之术，并为之效力，为自己的家族带来荣耀。我觉得应该是这样。你说肯定是先去偷珠子，不得说回去。不对，肯定跟这个大会有关。我也这么认为。可是，哎呀，听雪儿姑娘说，原来那2个傣族人寻避毒珠是为了通过毒障参加万都窟的考核。不过他为什么讲这些？因为我决定在千劫大会时去救我老爸。等一下，若如你所说，千劫大会这天，万都窟不仅有自己的虫师，还会有许多想要加入万都窟的外来者。那我们为何不找个普通的日子，而是要选择敌人更多的时候？哼，因为千劫大会选的日子有问题。什么问题？明日大会是5月初5，端阳节。 5月初也是5毒日。没错，5月是毒月，5日则是恶日。但凡对御虫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，在这一天炼出的虫有着平日所炼之虫难以匹敌的力量。可是这天，虫也会变得异常凶狠，难以驾驭。有些虫师甚至会被自己的虫反噬，一命呜呼。以前我老爸从不会在这种日子举行千劫大会。我想毒王八这么干，一定有阴谋，很可能跟他抓中原死囚有关，也可能跟软禁你爹的事有关。反正他肯定不是为了找人壮大势力这么简单。我想，他很可能是想借助巫毒神的加持或外来虫师的力量做点什么。哼，李思源，行了，不管他们有什么阴谋，我们绝不会坐以待毙。不过，
眼前趁机专心忙于他事去救我，的确是个难得的好机会。这里就是我们万都库后山的入口啦，由此进入更安全。老板，我来救你了。走吧。贵客远道而来，不胜操劳，实在有失远迎。能至此迎接，足见诚意了。只是不知毒公兑现的承诺，是否也能像这份诚意一般牢靠？晋王见了，自然知晓。晋王，请。今日万毒窟防备果然薄弱，看来我们的选择是对的。反噬了，反噬了！就这点本事也敢在五毒日冒充，找死！如此甄选虫师，真是够残酷。哼，我老爸在的时候绝对不会是这个样子。他说过，每一个虫师都是我们饶江的珍宝。这个毒王八，我迟早弄死他！天阶大会非同小可，要仔细检查每一个人的身份。仪式结束。那边是在做实抽。你活人示众，这也是毒公的招。这不是我们万都库一直以来的传统了，但用的都是一些罪大恶极之人。万都库对待犯人绝不手软。恭喜解通过，这边请。这是毒公需要各位的帮助。奇怪，我们被叫进去搞什么？该你们了。这人身中这么多虫，居然还能活着。你看他都没有人性了，跟柴火滚了。是因为毒王八给他下了一种叫做骷髅的罕见毒术，体内血肉基本上都枯腐的差不多了，自然比普通人耐虫。不过我这也是第一次见到，骷髅术太阴钝，一般不会用到。妖女，我们现在去哪？我离开饶江之前，老爸是被软禁在大寨。之前在中原，有传过也说过他还安全。先去大寨找。差不多了，带他下去。我们还是尽量避开万都库的人，毕竟这也是我长大的地方。就算扮成这种样子，难免还是会被人认出来呢。何人喧哗？去看看。找人要紧，先走。这里就是大寨了。这里有打斗过的痕迹，应该是很久以前留下的。怎么样？鬼王应该已经被转移走了。赤梦姑娘，赤梦姑娘，你再仔细想想，还有其他地方吗？全寨上下已经找遍了。我想，你爹很可能已经不是被软禁的状态了，而是囚禁。
继续找，找到为止。你们等着，我去抓个人问问。等一下，对呀，找不到，还可以问，有一个人肯定晓得我老板的下落。说今天签接大会，几乎全万毒窟的兄弟们都被毒公派了任务，怎么偏偏没少司官的事儿？嘘，小点声。前阵子从中原回来，少司官就被禁了足，这都这么久了不让出门，我看毒公可能不再信任咱们少司官了。你听说过立宗拿走自己义子胳膊的吗5毒日，哎，你说咱是不是跟错人了？这下可好，咱一起被毒公晾了。不准动！真的是你？你，我老爸在哪里？何时回来的？有没有人发现你？回答我知道还是不知道？知道。带路。带路。明白了。跟我来吧。老朽的诚意，就请晋王过目吧。晋王，如何？有了此物，难道毒公没有兼挑天下之志吗？饶江与中原不同，不像你们一样酷爱杀伐。老朽所求不过是同胞的日子能安泰繁荣，是吗？说起来，毒公在龙泉宝藏之处的滔天怒火，颇具玉石俱焚之势。就是本王也有些受不住啊。晋王言重了。当今天下想要和平，代价和风险总是要冒的。若是不良帅还活着，老朽的这些小玩意儿怎有机会助晋王实现抱负呢？毒公快人快语，本王十分欣赏。看来此番来饶江，交易和交朋友缺一不可。既如此，不如晋王就在饶江玩上几日。此物尚不成熟，待老朽攻城，定会将其双手奉上。毒公，同时甄选完毕，计划随时可以开始。不过有人混入了万毒窟。果然来了。到了，毁王就在前面。右长国，多谢了。都忘拔高能。不，是我辜负了义父的期望。你，赤马，我本应擒住你，但还是带你来到此处。我能做的也仅有如此了。但你若是要进去救人，就必须从我的尸体上跨过去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是万毒窟的少司官，我必须阻拦。幽川，你是不是觉得我不会对你下死手？而且你觉得你能拦住我们这么多人？拦不住，也要拦。不用你们。抱歉了，
竟是你的石头骨，拦不住我。可你若出手，小妖女的一片好心便付诸东流。她换取石头骨是不希望我们冲突，你可明白？幽川，你如果还是坚持，就不要怪我用刀子说话了。对不起了。小女，师妹，师妹在这陪她。刚刚那几下你本该死，我们不想伤你，你输了，收手吧。今日没有输赢，只有生死。师哥，没事。哼，下手这么重，非让我爹你学你才能老实是吧？别耽误时间了，先去救人。走。毒王吧，真的值得你为他这么拼命吗？我为的是饶江。游川啊游川，走，该你们了。这里没有人啊。游川，等一下。郊游。不会呢，不会呢。赤梦姑娘，这是骷髅树留下的痕迹。什么？刚刚那个囚犯。不会呢，老板！小女，赤梦姑娘，怎么会这样？走，跟着他。赤梦姑娘，远道而来的客人，万毒窟欢迎各位。把我老大还给我！什么？鬼王不在里面？娃娃，鬼王本就身体抱恙，因为你的叛离，更是一病不起。如今他早已离开万毒窟休养，你又为何找我要人？义父，陈宇，我要杀了你！我要杀了你！妈妈，仙人，好强的魅力！只是轻轻的一拳，怎么可能？是梦姐姐好。华夫子，龟头羊，你竟敢对我出手！毒公伯伯说过，你是叛徒，叛徒。妖术，准备过来！毒公伯伯，这剑法我从未见过，有些厉害哟。可其账不纯熟，强攻即可。这招我知道，五雷推心诀。新兴的内力，奇怪，他们武功不高，为何内力如此强悍？好忙，这招有趣，淑女姐姐该你了。
见，来世再见。义父。离开！哼！拿下！劲儿挺大，可惜就是太吵了。原来是你呀，师兄，这是我从汉拔兄弟那儿特意为你寻的见面礼，可还中意？侯老弟，许久不见。是啊。可惜，就快到吃饭的时间了，今天没时间陪你玩了。无妨，过不了多久，我们还会见面的。动静当真不小，靖王，没想到在这儿还能遇见故人，闯进了几个不自量力的毛贼，让靖王见笑了。哎。本王倒是正愁找不到他。那姓李的小子活着，日后的确会扰晋王清静。督公真乃知我者，为了你我的合作能够无忧，这几个人就不要让他们活着离开饶江了。明白。救的我们，他怎么会在这儿？别说话，灵山。哭什么呢？难哭了，时运太早了。李星宇，小公公，小公公！到。走。先站住，李兄。督公，我们的兄弟和千劫大会新加入的虫师都已经拼尽了全力，但是还是失败了。督公对虫术能有如此研究，已然不易了。下去吧。是。鬼王拒不配合，五毒日的加持也未能如愿，不知可还有其他办法？此事交给老朽便可。眼下更重要的是帮晋王除掉新患。旧部已准备就绪。听闻万毒窟旧部乃精锐中的精锐，但施主侯清尚有些道行，6人真可成事？
帝王好奇，不妨一探究竟。果然不凡。今晚旧部6人合力，可与此2人比肩。欧青修炼的气血路虽然强横，但破绽同样不小。再加李星因重伤生死未卜，8人齐出，此事必成。既如此，就有劳各位去寻那几人的踪迹了。寻迹？此行是猎杀。林轩，我已经把金灿现有的力量全部释放出去了，可是，陆姑娘，只是力竭，无碍。他在过阳啊，心脉暂时通了，至少现在不会死。小姑姑，弟兄，这是哪儿？你们安全吗？先告诉我你的情况。长枪脊柱、身柱、风府上行，都是至极，毒脉飞了，而且他们的内力中似乎带有很强的毒。那2个人，他们真厉害。非是那2人厉害，而是毒功所下的毒法厉害。此法以折损2人寿命为代价，令他们拥有与同龄人不可企及的功力。别看他们现在欢实，没人能活过30岁，且他们需时刻心手相连，否则必死无疑。但现在看来，必死无疑的是我呀，雪儿，没用的。后面有追兵，不要浪费真气。李兄，放心吧，我不会让你有事的。诗梦姑娘，你要去哪儿？日本水寨时代以采药为生，医术通天，我可找他们来。师傅，莫说路途遥远，就说你已然没了圣女身份，怎么让他们帮你？我可以求他们。连你都要求人了吗？我们谁也不救，回来。我撑不了那么久的，如今也许只有一个办法，可以一试了。此处安全吗？曾经我在饶江生活过许久，此处是我当时居所，万毒窟定不知晓，但未必不能寻到。我们能做些什么？一会儿我会详细的说明化阳针法中的所有手法，需要有人帮我下针。我来试试。慢，化阳针法源于中医的针灸，讲究刺搓摇震，与饶江治虫投毒的粘弩弹顶颇为相似，所以我来。赤梦姑娘，小姐姐，你放心，小姑姑是因我而伤，我一定把她好好的还给你。拜托你了，赤梦。那就赶紧吧，我要死了。南京万卷不出阴阳，烟霞可化阳子，穆青举学小颠倒法，直出天理，创化阳针。但百学易得，针术难求，此针法言传意会各本，我能否活命，且看你悟性。人有3窍，精中生气，气中生神，故化阳针是3指针，唯甩念提3法，杀与1、2意，心随意，与针随上下。手取风符，轻行针如烧山火；四取百毫，重行针如透天雷。后行针法
轻重重轻重，轻轻重重轻，由上去下，桃神神灵志，金钟起玄秘。小姑姑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你比我当年学的可快多了，厉害。最后，为真去百会，我督脉滞留的内力与剧毒，应该就会散去了。再过新针。这最后一针没有针法，随你心意。什么？如此行为针，便是华阳针法的不同之处。只要你意在救人，聚神不乱，我便可活。聚神不乱。放心吧，什么都不用怕，你只需要记得，形与气，气与神，性与命，尽在一处。行阵。小姑姑，我要你活着。小心！圣女姐姐，我们来的还算及时吧？师傅，该走了。带他们走，后面有出路。我跟你一起。不需要，这种时候还是我一个人留下来比较硬气。吃掉刘松鲁，我会去找你。多加小心。走，追！只是吹个曲儿给你们听，不用这么害怕。看来你们旧部还是跟以前一样，半点本事都没有。豪星叔叔，你看不上他们，不如我们陪你玩。不好，既然要玩，大家就一起玩，这样才热闹啊！快，把它放在这儿，小心啊！怎么样？怎么会这样？子凡，师哥他怎么了？一是死脉，没救了。不会的，一定还有办法。李星云，你把眼睛睁开，睁开！我会想办法救你的，你不会死在这儿，你不会死在这儿，李星云，李星云。你不会死，你不会死的。我这才刚好点儿，雪儿，轻点折腾如何？小姑姑，你看来你是真的很担心我。别哭了，师哥。你没事了？你还想让我有什么事啊？我想让你死！李兄，手别了，脉象恢复了，不过还有些气虚。李兄，你真的没事了？放心，死不了了。那你刚刚你完美的收针，冲散了我督脉各穴中所有的志气，所以我才会昏迷。而行针是命门穴受阻，方才呈现死脉，现已无碍。小妖女。谢了，没你，我活不了。稍加行情的，你9万我9年，就算扯平了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我老爸给我的。什么？难
难道是千阶大会时？师傅，侯钦师祖，徒弟，你咋不呀？无恙。他们人呢？安心，人已经被我拖住了，但可能拖不了太久。你人在这里，怎么拖他们？我那居所之下有曾经布置的防御石阵，虽时间有些久，但还勉强能用。这个是？你知道这是什么？这是死西林的离香草。什么？禁地死西林？原来是死西林的神灵能够庇佑各位。申梦姑娘，惠王可与弹族有什么关系？应该没有。但老爸对死西林的态度，好像有些与常人不同。绕江流传着一首歌谣：死西林黑秃秃，有秘境没名处。虽然是吓唬小娃娃呢，但那点的环境极其恶劣，难以生存，而且终年不见天光。除了生活在林中的弹族鲜有人知，普通人对于死西林都是很排斥的。但是老爸却不一样，提起那里，他似乎会什么？会叹息。为何？那我咋不晓得嘛？看来我们得去死西林一趟了。可是，放心吧，虽然我还没有彻底恢复，但我可以。谁不放心你？自作多情。行了，如今事态紧急，身后还有追兵，不知何时便会赶上。我们必须尽快出发了。哎，你要是身体不行，就赶紧找个地方歇着去，别拖我们后腿。开玩笑，我老李有不行的时候吗？行就赶紧把它拿走吧，还想让我一直背着？你搞什么鬼？全身功力尽废，拿不动很正常，好吗？你说什么？没了力气还有脑子呢，放心，绝不会给你们拖后腿。到底怎么回事？万毒窟的人忽然杀来，想要你那最后一针时，终究还是走了神。我督脉内带有无毒的之气，虽已离开各大药穴，但却极具三阳五会之术。我拼尽全力也只能将其压制。如今命可活，但百会已然封死，再想凝气是不可能了。可有办法恢复吗？行了，没死已经算赚了。答应我，不要让他们任何人知道，尤其是小妖女，知道吗？记着，以后跟紧我，无论去哪，都跟紧我。来了，比我想的要慢一些。我们在里边等你，一会儿见。走吧，深入死西林后，自有生机。你咋不晓得？蒙的。哎，还愣着干什么？走啊！死西林，这里地势极为复杂，若被他们深入，就不易找到。谁说非得我们亲自找了？还能坚持吗？能，特别能。
没路了，那就趟一条出来。想要不被他们追上，这里还不行。哎，我说老兄，咱先歇会儿看看情况怎么样？升级不能靠趟啊，得靠找。不必找了，我们能顺利到此，没有与弹族人遭遇，便是第一道升级。啊！这完全就是在赌嘛！别废话。找到你们了！喂，错，应该是我们，为你们才对。叫你的人跟我们进去。神如此犀利，神明会降罪，谁也活不了。神明，我就看看你是更怕神明，还是更怕我们了。不进你族，我们会比神明做得更快、更好。这些人是活还是死，你来决定吧。什么声音？过去看看。大家小心。住在这里。李兄，毒气，糟了！子帆，你去哪儿？此度不凡，避不开了。在这里能摆个好姿势，厉害。哦，精彩！什么人？你是谁？哎呀，你放开我嘛！放开你可以，先让他们恢复。好。哎呀！我晓得了，我晓得了。大家怎么样？好点没有？多疼啊！师妹，多亏了你。雪儿，没事吧？没事，管好你自己。有点品。有没有吃的？我有虫，是吗？好嘛好嘛，不生气嘛。是弹族人。那你是谁？为什么会在这里？你又是谁嘛？为什么会在这里啊？叫你说你就说，哪里那么多废话？你搞什么？放开！从哪里搞来的？你见过？你认识我老爸？你老爸是哪国吗？我老爸是万都窟的徽王，赤力。哦，你是万都窟的人啊？你不要搞我啊！赤力叫你找我做什么吗？万都窟督公囚禁了我老爸，他只是给了我这个手环，但并没有告诉我该做什么。就这样，我告诉你们该做什么。大姐，你还是先告诉我们你是谁吧。我是……
怎么会这样？原来是一路烧过来的，当真是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。你们好呀，抓到你们了！阴魂不散！完了，死定了！大姐，这林子还有其他主。好嘛，你们往那边走时，也找到12洞，发着我给他们看。12洞？哎，你去干嘛？帮你们挡人。这么多人，你挡得住？反正我也不能离开死西林，手玩呗。为什么？哎呀，烦不烦嘛？滚！叫我吧，都过来，姐姐陪你们玩。都给我滚！自从离开死西林，他就一句话都没有说过。不会有什么事吧？先是父亲身陷险境，生死难料，现在又忽然出现个母亲，恐怕一时半会儿很难接受。哎，小妖女，什么时候学会哭鼻子的？啊！如果你真难过的话，你刚刚说哪个哭鼻子呢？那你这一路上小了一路，不信啊？可是为什么呀？因为我想通了。想通？第一，因为我之前的冲动害得小果果受了重伤，更差点害你们丢了性命。以后我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。第二，毒王八把我老爸搞得那么惨都没有杀掉，必有原因，所以他现在一定也不会死。等把他救出来，解开他身上的骷髅术，到时候再好好跟毒王八还有那个李思远算账。第三，至于我老妈，我至今还有些不敢相信，因为老爸说他为了守护饶江，很久之前就已经牺牲了。虽然不知道老爸为什么骗我，也不知道老妈为什么不能离开死西林，但他还活着，而且还这么牛，这已经是子羡天大的保佑了。赤梦姑娘，你放心吧，咱们一定能把毁王救出来的。师父放心。豌豆哭永远不会忘记过伟的恩情，永远。请少司官。你要守护的到底是他们，还是这高高在上的一切？少司官，毒宫尚有要事，待处理完毕便会见，请再次等候。毒宫，我们循着叛逃少女一行人的踪迹追到了死西林，但原本以为他只是慌不择路闯入禁地，可现在看来，似乎是早有预谋。因为死西林中，一个有着12洞纹身的女人帮了他们。12洞，而且那个人自称是圣女的母亲，并让那些中原人去死西林东十里处的12洞寻求帮助。他竟然还活着！那人现在何处？我们敌不过他，已离开死西林，但不知为何他并没有追出来。他不会有任何妨碍，继续那个任务。是。现身吧。看来两边的进展都有些棘手啊。棘手？
老朽势在必得。哪怕是那个传说中的12洞，也插手此事。求之不得。哦，毒公既然成竹在胸，本王就不多问了。但还请毒公放心，待一切尘埃落定，先帝给毒公的绝不仅仅是饶江这片弹丸之地。见过晋王。坐。都听到了。是。川儿，你生性优柔温良，难堪大任。为父派人盯着你，只是不愿看到你因为无力斩断私情而步入歧途。你可明白？明白。但游川不明白的是，义父为何要帮助晋王？又是怎样帮助晋王的？难道帮助他成就一番伟业，便能庇佑我饶江，一方平安吗？弱肉强食，物竞天择。仅凭你坚持不与之同流合污的高贵姿态，是无法捍卫我族人的。此事为父自有安排，你无需多问。无睹之日，不顾我族死活，冒反世之嫌举办迁接大会，便是您的安排吗？惠王无能软禁即可，如今以骷髅之毒折磨他，也是您的安排吗？您说过不会再让饶江的兄弟姐妹因战争而流一滴血，但现在为晋王在外面卖命的，不也是我们万毒窟的人吗？下去。游川虽无知愚钝，但上小事除了利弊，还要分个对错。我们绝不该拿无辜之人的性命作为换取利益的砝码。中原朱温、李存勖尽是如此，那李嗣源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。义父，不管您心中有何大计，如此助纣为虐，我万毒窟灾难必至。够了！去吧，少司官，万毒窟诸多事宜还等着你处理呢。到了。这里就是12洞，看来以前大方向就找错了。去无一人，这里应当是他们曾经居住过的地方。奇怪，五郎们为什么会让我来这里啊？你们快过来！这是汉人的打扮。他的动作好奇怪啊，他好像是在看什么东西吧？哎，别动！往左点，往右，下。好，如果按照石像视线的话，应该是这里。看样子。雪儿，这里好像不是我们饶江的建筑，奇怪，为何会有5扇门？按方位来看，这5扇门应该对应着木、火、土、金、水。若是5行阵，那么生路应当在东北，土位。你们退后。
你是怎么知道的？这5扇门对应的应当不是木火土金水，而是宫商角徵羽。啊，5音可听出不同之处？没有，这5个音很正常啊。你呢？故音者，功利而5音形异，以3分损益法。这5音唯有此音是正音，而其他4音均是变音，应当是造灵的铜铃或能符骨之类的东西。奇怪，你是咋个听出来音里有变的？为什么我们听不出来？小时候，幻音房为了锻炼我们的听力，会给我们喝一种幻药，之后人便进入一种声音被放大的状态，任何一点音或律的区别都可以被分辨出来。久而久之，即便没有药力催化，我听到的声音也会比你们听到的更大、更清晰。妈呀！我说我怎么以前嚼到舌根，他老能听见？原来还有这种变态的训练。依你的意思，唯有此门才可通过。不错，音不正，其意必恶。应当只有铜铃音正的门，才是正确的路。对了，哇，小姐姐好厉害哦！看来都是一样的布局。雪儿，靠你了。我怎么感觉能干出这事儿，也只有他了。开玩笑。怪不得这个鬼地方不像饶江建筑。你还真是无孔不入。哪个呀？李春风。李春风，他是哪个啊？神人一个，回头再给你解释。我虽身死，但100年后仍命人修建此处，可见用心良苦。李信人准备好接受我的馈赠了。准备好了。有品，人能如此，当真是不枉此生了。占卜打卦，何处能学？密度密史只在其中，熟读此卷，尽可如意。快，禀报洞主，成了！我们成了。你说什么？战！接信者何在？不良杰已至。10万火急，蝎子密函素质竟是与不良帅，胆敢阻拦者无论身份，杀无赦。是，撤。李兄，关心本去世，何故如此忧虑？元兄，西南千里以外的饶域似乎隐藏着龙气。什么？病树根上训下，山峰谷，三国在即，事物败坏。风云既往成一气，兵神起，天下起。不对，古本在世不在人，击毙为身，是池尾。贤人如山居于上，山下有风，可镇救万民。山下风。大师，西南3000里密函以不良节为号，4日骑马至此。10万大山，兵神怪谈。得者可得天下之利器。你的意思是要借刀杀人？不错，以如今天下之势，要解饶江祸端，借辽东吐谷浑之力，乃上策。吐谷浑屡次寇边，均被击退，
然其均无悔改，此乃圣上心头第一大患。不如设计让他们去会会10万大山里的山野蛮夷，倒是辽东必然空虚。在西南两败俱伤，我师一剑指西南，一剑指辽东，黄雀在后，两地尽收，不是妙哉？不可，吐谷浑凶悍嗜杀，饶江纵得神物，就算抵挡得住，也定死伤无数。除恶务尽，否则后患无穷。但黎民无罪，此事需三思而行。哼，我可三思，但是皇上可听不得你劝。李兄不必担心，我大唐正义之师只是征战，那些脏活就交给不良人吧。袁天罡，如今皇上可还未钦定建立不良人一事，一日无止，你的组织便算不得数。如今你的手下被安插各处，均以不良人自称，小心被皇上发现，掉了脑袋。剑在我手，为大唐万事，我必当未雨绸缪。李兄放心，皇上早晚会答应的。南部密报称10万大山中的部族为一雪枫叶之辱，造出了得者可得天下之利器。启禀大帅，吐谷浑王浮云以众大帅之计于前日向饶江进发，其军内各将已纳投名状，皆为了找一样东西。传闻得者可得天下。前方应当就是饶地了吧？吐谷浑大军在此，辽东之地，李靖将军已然箭在弦上。弟兄，待大功告成，你我好好喝上一杯。近来日子不错，只盼10万大山少死些人。火狼起，山下风，天下为公。但君之天下与他方天下又有何不同？世间无辜之人皆民也，为何总有一方要死呢？依我看，这是天赐的机会。不错，我们的祖先从家乡被驱赶到这穷山恶水，如今有了此物，就有了一雪前耻的机会。可中原强盛，就算一雪前耻，我们又要有多少牺牲？是啊，我们到底是要保卫家园，还是要制造伤痛呢？各位心中的疑惑，不如容在下一讲，如何？来者何人？将士郎李淳风。我们会灭族，鹰派毁灭。在下所言句句属实，我对各位造出来的东西并不感兴趣，只是同为人，不忍看饶江儿女遭此劫难，否则也不必千里迢迢来到这断龙山的12洞，只身犯险。此人我曾有耳闻，是唐皇帝的智囊，十分精通易学历算推演之术，据说其预言从未出过错。先生，我12洞独家有一法，可断所言真假，你可愿配合？淳风可应。12。所言非虚，我看到了圣火将10万大山子民吞噬，米花从尸骸中盛开，飞禽走兽亦不得幸免，那是祖先在惩罚我们，无法放下心中的仇恨。我族可还有去路？唯有一法，可保万全。是何法？避世。大帅，吐谷浑王浮云欺戈起下，李将军辽东大获全胜，但12洞人及那兵神怪谈，均不知去向。那边断龙山的火是何时烧起来的？3日前，当地百姓说有一个中原道士来过。山下风，原来火狼起说的并非是吐谷浑，而是我呀！大帅，众人均已聚集，等候发落。
李淳风啊，李淳风，今日便随了你的心愿吧。传令，我大唐念庶民无知，既往不咎，尧帝道阻且长，故抚民以生。是，放人。奏凯而归，可喜可贺。火狼起山下风，风拂谷而过，救者非我民，无过者，何故斩尽杀绝呢？不知在李兄心中，那火狼是应是狼部之狼，还是狼部狐疑之狼？依我看，倒像是狼吞虎咽的狼。走，弹射火酒，给你庆功。原来12洞的起源在断龙山，可这里又不是断龙山，为何会有他们的遗址？12洞一代代避世而居，但数百年来难免会有些差别，搬几次家换换地方也很正常。也许你老妈也不知道又搬家了。欲寻之处，卦象在南，切记落水绢花寻踪去，金色银华覆云中，千屋粉黛独揽月，空门盗走12宫。主公婆婆说了，抓不到你们要受罚的哟。看来你们被小妖女的老妈伤得不轻啊！打不过她，但拿下你们还是绰绰有余。上！小心！小姐姐，小可怜，快放下他！雪儿，佛心叔叔，还是我们来陪你玩吧。佛清叔叔，这样可没有用哦。他们人太多，找机会离开。可能很难，毕竟好不容易才找到你们。是的哟，追了好久，你们也一定累了吧？今天该好好的休息了。寿司官，卢公急令，此6人由我亲自押送回万洞窟，任何人不得伤及分毫。有敢为者，当舍弑母之心、弑身之心、弑心之心。你们听得明白吗？
小百灵，你咋样？12时辰内不会死，多谢师父关心。如今七血路已毁，必须想个办法救他。少司官，这里地势险峻，为防事态生变，不如换条路走，如何？毒宫之秘，你敢忤逆？当然不敢。只是巧就巧在，我联络毒宫的传令师，莫名其妙的不见了踪影，所以无法确认真伪。少司官勿怪。你猜对了，是假的。你竟敢反叛万毒窟！正准。通知毒宫。毒宫，游川叛逃了。小谷哥，师祖，师祖，哪来的羊？你怎么样？没事。为什么这么做？无需多问，后面的路我会尽我所能护住你。我不需要你唬我们。别急，他毕竟救了我们，且听他来意。哼，赖意，除了害人，他还能有什么赖意？石墨，游川，这一次你又有什么阴谋？没有。你说过我老板安好，但他却在万毒窟受尽折磨。之后你又说我老爸被囚在密洞，还假惺惺跟我们演戏，说什么狗屁责任阻拦我们。结果呢，你的目的是把我们引入陷阱，被毒王八围攻，害得小姑姑险些身死。将军，当然了，这也怪我太相信你，但我保证不会再有下次了。是吗？不要叫我的名字。李星云，晋王已与毒宫达成了某种协议，我虽不知他们所图，但小心你的对手。果然，李思源在此。赤梦姑娘，我不想你们再为我冒更多的风险了，一丁点都不要。你们看，他身上的印记消失了。什么？师父何事？你不是碰了血了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他，这不是固定吗？还有他。羊？可是七血路不是已经……侯庆师祖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七血路已毁，但不代表我不能再做一个。哦，怪不得你说你有后手呢，佩服佩服。功法在此，如影随形。师祖之名可不是白叫。走吧，抓紧时间。这次来饶江救你，已经耽误了我在中原研习火药的功夫了。火药？啊！你不跟温师学语冲啦？学，当然学。但今日忽然觉得算卦也挺棒，只可惜无法拜师了。哎，走吧。落水卷花寻风去，金色银华付云中。
千屋粉黛独揽月，空门盗走12宫。立春风眼，应当就是如今12洞的线索。不知大家听没听过有一种人，叫做落花洞女。落花洞女，你是说饶江有些女子不入凡尘，却甘心将自己嫁于神明的传说？啊，还真有这种人啊！老爸说过，不过我是没见过。那有什么好见的？不就是一帮嫁不出去的女人？什么呀？那是一种虔诚的信仰。这种女娃娃心地十分纯净，而且天天转班持家，就是为了等待有朝一日被神明迎娶，欢乐得很呢。会成为如此模样，应当也是因这天下不公和过于压抑的生活所致吧。唉，甘玉气质，乃七情急啊！如此说来，要找12洞，得先找落花洞。小徒弟，你可有线索呀？合着师傅你跟了我这么久，以为我一直在瞎逛？你知道位置啊？在饶江南界。那不就在附近？不错，那边有个神秘的山谷，名化谷。化谷。当年我暗寻12洞时，其中有一种可能指向那里，但在前往化谷必经之路上，被落花洞挡住，就没再深入。如今看来，12洞还真的可能搬去了那里。可是你为什么没有再深入呢？你不是对12洞很感兴趣吗？但我对那里的女人不感兴趣，跟他们打交道很麻烦，绕又绕不开，便到他处去寻了。那你不早说！你们也是，就这么跟着走，也不问问去哪里啊？红青老兄当初带我们找汉魃始祖时就是如此，习惯了。店家，茶好了没有啊？店家，茶好了没有啊？来了。茶里有毒。逐鹿之战，枫叶之辱，有力散绕，此恨难消。真兵侵入，是灭贼妖。李星云，现如今追杀你们的已然不是万毒窟，而是整个饶江。兄弟，一会儿贼人就在前面。你为何也在此卷上？现在的万毒窟已不再是我的家了。你真的背叛了毒王吧？放电！玉纯，快走！这边，快抓住他们！拦住他！他们来了，推下去！没想到这些中原人的本事也不屑做于万毒窟的少司官。哼，就算他们联手也逃不掉。督公大人已经在来的路上，想办法拦住他们。是。怎么样？还能坚持？大家都没事吧？没事，快！李氏余孽，杀！小心！
不行，这民众有主动权，再这么下去都得死活的。你呢？原来我们饶江打野，看你能往哪跑！好啊，你看吧。不远了，走。给我杀了他们！他们好像没有追过来。哎，这里怎么会有话术啊？我们到了。这就是落花洞。远道而来的好朋友，我是千屋，落花洞，欢迎各位。原来如此，是否化谷便是那传说中的12洞，我们也不知晓。但各位请放心，落花洞是饶江圣洁之地，各寨自有族规，不得擅入，请在此处静养休整。若是有仇家寻来，我会替各位请走他们。好意心领，但我等有要事在身，不便久留。途经宝地扰了各位，实在过意不去。阿郎不必客气，你们不用休息，可这几位带伤的阿亚也要休息。落花洞各寨只有女子，稍显不便，先带这几位阿郎去旁洞吧。是。几位带伤的阿亚就请随我来，一路凶险，我这就带你们一洗风尘。阿郎，请。哎。也好，小姑姑。哎呀，化谷就在前面，又不会长腿跑了。可是，就这么决定了。雪儿，师妹。各位阿亚，请吧。请进。哇，不错呀，还可以泡一下的嘛。果然麻烦。是啊，以我们现在的状况，硬碰硬可不划算。看他们身形举止，应当有些功夫，只可惜相貌平平。李星云，之前的事，哎，先不谈，如今都是一条船上的蚂蚱了，一块儿演个戏吧。哎呀，出什么事了？门怎么关了？妈呀！开门！救命啊！来人呐！救命啊！你们说，那个女的想干什么呀？哼，估计没什么好事。赤梦姑娘，你觉得呢？我觉得，洗澡好舒服啊！这药浴可还管用？多谢，我们好多了。那就好。你还有什么事吗？有，我来是有些问题想问你们。救命啊！喊什么？哎，你这人怎么回事啊？刚才还温温柔柔的，怎么说翻脸就翻脸？为什么怪我妈？哼，丑陋的怪物，等死吧！干嘛？招你惹你了，我们就要死？男人都要死。怪不得饶寨的兄弟们不敢进来。什么？你能不能再问一遍？你们可有心上人？你来就是为了问这个？是，也不是。那我的回答就是有，也没有。你呢？自然有。他有心上人，不过与你无关。不，你们几个都与我有关，因为从今以后，
你们便是落花洞女了。哼，原来是想让我们加入你。进入我落花洞的女人只有2条路，一个是成为我们中的一员，另一个便是死。啊，那男人呢？只有死路。什么？想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为什么我们就要死？饶江繁荣的规矩数不胜数，看来当初我选择不来这里是对的。男人都不是什么好东西，怪物，认命吧。不行，他的心机太重了，我得再去演个戏。你已经跟我们演了一路了，还是我去吧。放心，我没让任何人知道，包括林轩。多谢了。等一下，你干嘛？你干嘛？为了表示感谢，嘿嘿，帮帮你。这，又干什么？姑娘，待得闷了，想跟你说说话。你怎么？你回去。还是你牛啊！姑娘不必紧张，只是说说话而已。你想要说什么？什么都别说了，我们不是你这样的人，所以成不了落花洞女。抱歉，你们不信我的话。我承认，这世上确实有许多男人很可恶，但不是所有。而且我也不觉得你口中那个10万大山的董神有多好。你累了他背你吗？病了他给你扎针吗？遇到危险他救你吗？还不得靠你自己。那是因为洞神大人还没有来接我们，等我们跟他成了亲，他自然会做该做的一切。哎呀，你看看你，你看看你，你笑起来多美呀！你应该去试着喜欢一个人，追求真正的幸福。这个世界上，唯有洞神大人才会接纳我们，其他没有结果的幸福，不需要追求。哪个说呢？能够喜欢一个人，就已经很幸福啦。就算结果是他不喜欢你，不会来接你，你也幸福啊。所以重要的是过程，美女。一个人从降生开始，结果就注定是死亡。你能说反正都要死，就不活了吗？是啊，精彩和幸福可都在过程里呢。相信我，总有那么一个人，会让你的眼里再也容不下别人的。为什么？哪有什么为什么？哎呀，算了，全部都你。人活一世，自己开心就完事了嘛，你管别人喜欢哪个？而且喜欢就是喜欢，不喜欢就是不喜欢。你可以喜欢吃酸菜鱼，但你也不要管我喜欢吃懒兔头嘛。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想法，你不能逼着我喜欢你喜欢的东山大人。稍等，你们是错的。姑娘，喜欢一个人没有对错，任何人都没有对错。来人。是。既然你们这么相信那些男人，那就跟我去看看他们会做些什么吧。到时你们便知道洞神大人才是真正的归宿。行啊你，怎么弄的？刚跟他套了一下近乎，正找机会让他开门，结果旁边那个女人过来说了2句，门就开了。几位，请随我来大寨。师祖老兄，好了没？你们先去吧，我就来。
的消息，我已超然无畏，可将一切烦恼化轻烟。一如既往孤独相伴，万千纷扰与我活该。那一刻，你走过我的身边，再也没能放下心中的思念。那一刻，见你甜美的笑脸，我已无法忘记有你的瞬间。分分合合，拂袖悲欢，生生世世，心甘情愿。那一刻，我飘过你的窗边，无声地捡起你坠落的珠帘。那一刻，我放弃生命的尊严，不顾一切地站在你的面前，一心一惘然。小果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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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记不记得我跟你说过，我们饶江有种毒，叫双生杖。双生杖是什么？如果两个人中了这种毒，便会性命相连，同生共死。啊，可惜我不会啊，不然真想把这种毒下给你跟小姐姐，这样你就不用这么辛苦的去救她了，而且你们能死在一起，你也会开心的吧？我问你，我离开饶江那么久，跟你去了那么多地方，你知道我最喜欢哪里吗？潞州、成都，谁知道？是天山。天山？我再问你，你还记得我第二次在你面前哭是什么时候吗？哟，你还会哭呢？也是在天山，因为那有一个很好听的故事。并不好听，但我记得，天山圣女是玄女。好。喂，等救活小姐姐，我们回去再打一次雪仗，好不好呀？呵呵，快算了吧，天山太远了。啊，是啊，天山太远了，大漠太远了，中原也太远了。嗯，你怎么了？啊？没有啊，我只是第一次感觉时间有这么珍贵。啊，对了，以后我们去饶江玩吧，带着小姐姐张子凡和陆姑娘一起。山高路远的有什么好玩？哼！你呀，有这功夫不如赶紧回去救你爹。就算是软禁，他吃的好不好，睡得好不好，不都是问题吗？哎呀，知道了，烦死了！去。哎，行了，去时了，天不早了，今天就不走了，晚上一起吃。不然呢？吃什么？水煎包。大姐，我们在西域。哦。你哦什么？我问你吃什么，小祖宗。如果我那小姐姐在这边，她会吃什么呀？她应该会随便吃点干粮吧。那我也吃干粮。好啊，一起啊。好啊。
阿郎，请在此稍候。后什么？咱们一会儿便知。自便。唉，看来一时半会儿想要离开这落花洞去化骨，恐怕没那么容易啊。唉，他们会不会有危险？哥们儿，他们的能力未必比我们差，担心来担心去，最后反而坏了尸体。这我以前可是深有体会。来，喝茶。原来我们后人是美人计。小心，他们这身形步伐是一种媚术。还差点，不够美。姑娘，你到底要带我们去哪儿啊？带你们死心。哼，我还是劝你死心吧。不管咋个呀，我们都不会做落花洞女呢。哪怕看到你们的心上人在别人怀里。姑娘们，别光在这跳了，是时候来点实打实的了。你，阿郎，咱们饶江可跟中原不一样，想要我得用情啊。哦，情怎么用？我如何知道？不如你教教我。如果你想，也可以一起教教姐妹们呀。什么是情？情分7类：喜怒忧思悲恐惊，可治病。你们这种总想嫁给神明的情况呢，属于忧。心气病于肝则忧，2种方式可解：一，嫁人，心急心紧，嫁人后你们自然不药而愈；二，以药调肝，记好：丹参2钱，山楂3钱，枸杞柴胡2钱，木香郁金厚朴，当归茯苓各5钱。够了！不够，绝对不够！我这药方只是一次的量，想要治好你们的心急，至少得吃上几个疗程呢。看来你们的算盘失败了。凡事不能只看表面。你可知他们心中想的是什么？哼，他们才不是你想的那种人。是吗？你是虫师，师有如画。你可有一种虫叫做nha nha虫？哼，什么虫我们呀？啊？nha nha虫是什么？就是所谓的情蛊。吃了它虫的主人便会知道，食虫之人心中对自己是否有情。想知道有没有情，还要用虫，长脑子用来干嘛的？也只有像你这般冥顽不灵之人，才会不相信任何人说的话。哎，你终于洗完了。是啊，又可以打架了。你是谁？我为何没有见过？大姐，这都一块儿来的，洗个澡你就不认识了？你是洞神大人，对吗？你应该认错人了。你终于来接我了。喂，你从哪儿看出他是洞神大人的？面相。刚刚你还说凡事不能看表面呢。你说他到底是怎么了？他长得像洞神吗？我不觉得呀。我也不觉得。为什么那帮女的突然就……走吧，去化谷。搞定了。通往那里的寨门已经让他们打开了。哦，对了，你们都散了吧，各回各家，吃好喝好，以后尊老爱幼，多多学习。是，洞神大人。哇，我们费尽口舌，不如他洗个澡。厉害啊！你跟他们成亲啦？禀师傅，没有。那为何这么痛快就放我们走了？我只是跟他们说，以他们现在的状态，我是绝对不会接走他们的。
所以让他们回去好好生活，该嫁人嫁人，兴许嫁了人，我就会去跟他们成亲。什么？放心，俗人皆有七情六欲，只要入了凡尘，填补了那所谓的空缺，他们心中自然不会再妄想什么动神大人。如果他们真能听师祖的话，放下执着，身边有了可信任和陪伴的人，心机自然得以。这可比吃药好使多了。妈呀，这么多漂亮姐姐喜欢你，你竟然不动心？一帮痴女，为何动心？后秦师祖，以你的阅历，就没碰见过喜欢的人吗？当然没有。天命孤星独望苍穹，无所待而游无穷，如此逍遥一生，可谓真仙人。哎，你还别说，除了不要女人，他跟我还真有点像。哎呀，热死了！这是什么鬼地方嘛？六姑娘，你还要睡吗？再忍忍吧。是毒宫骗了你，对吗？热死啦！就算我说是，你们会相信吗？如今尽快救出毁王，查清毒宫与靖王的计划，然后阻止他们，才是重中之重。这画骨不像是有人迹的地方。是啊，都找了半天了，画骨就这么大，十二洞会在哪呢？李传风所留的画中可还有线索？落水卷花寻踪区，按我的理解，12洞的线索应当与落花洞有关，没错。但最后一句“空门盗走12宫”，难道说我们会白来一趟？万毒窟祭死时的祭人。诸位，虽然我很喜欢这种气氛，但不得不说，如今末路已至，都打起精神，活下去吧。禀大洞主，有人闯入了画谷，是吗？事有异，不该管。三洞主说的是，但我看到了一物。何物？龙泉剑。11。师兄，别来无恙。哦，老弟，又见面了。你此行可是来取我们的命？要取你们命的是他们，我来只是看看我那在外面疯玩的义子安不安全。放心，安全。住手！你本事不弱，方才我若出手，在不遇虫的情况下，你死占6成。你7人想死的留下，跟着他。土公伯伯，都散了吧，大家辛苦了。不要石才王，我跟随你后面来走。你去慢点。四哥，你别松手啊！怎么停了？收。
哇！没想到辽江还有这么漂亮的地方。哎，你们看我找到了什么东西啊？快！哎，你们看，洞主身边的人打扮很奇怪啊，是外界的人。真的，哎，他们的衣饰花样好多呀。是啊，还记不记得从凤翔来的那个阿郎，穿衣跟他们也不一样。刚刚好像没走多久，怎么从花谷到这里？这你们无权知晓，所以才玉虫封了你们的视线。这里就是12洞。顾名思义，12洞共有12个洞，这片山是第11洞。那敢问兄台，你是何人？我吗？我便是这第11洞的洞主。真的？你怎么认识这个？显参。叛徒？没错，显参背叛了12洞，按照洞规，他早已被放逐了。到底出了什么事？洞内往事与你们无关，显参为何让你们来12洞，也与我们无关。你们只需知道，无论你们是谁，洞内任何人都不会出动助你们救人。但看在这龙泉剑的份上，你们可在此暂避风头。过几日我会亲自送你们出去。但是各位就请在此休息，有事请到东侧最高的山上找我。那个是我呢。心已带到，留之无用，且行且息，且走且悟。11洞主请办。12洞内除了洞主，可还有主人？能否让我们见上一面？抱歉，你们没资格。怎么会这样？哎呀，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那懂的东西还不说人话，到底咋个办嘛？别急，再想，总有办法。12洞避世已久，不如我们以理服人，告诉他们饶地将有大难，如今外面真的是需要他们的时候。恐怕不易。避世是12洞几百年来定死的规矩，仅凭我们3言2语，如何让他们转变思想？哎，李春风对他们有救命之恩，我会清香诀，又有龙泉剑，可以扮成他们的后人，直接跟他们说，你们不用再避世了，帮我们救人。可能也不太行啊。绑了他。什么？什么意思？意思很简单，今晚直接把那个11洞主绑了带回来，再做打算。啊？好法子，我喜欢。雪儿，那人本事不弱。是啊，连毒王八都惧怕的几分。 4，喂，你在搞什么？6、7对1，有的打。或许可以一试，但他今天救了我们，于情于理都不该这么做。所以这种时候不需讲情，也不需要讲理。如今也是死局，但毁王非救不可。晋王和毒宫的阴谋会对这天下有多大的影响，更是未知。我们唯有这一条路。既然有求，就不要再想着有理。横竖都是错，但倘若成功，我会请下所有罪责。小姐姐，你认真的？只有这样，我们才有机会跟12洞的人站在一起，甚至能见到他们的主人。倘若不能得12洞的帮助，我们重回万毒窟也是全军覆没。当前局势，唯有放手一搏，失败，鱼死网破；若成，则一片坦途。你们怎么看？我同意。天下事大，雪儿姑娘有如此魄力，我跟林轩岂能落于人后？没错，大不了救出鬼王，再一起回来受罚。我也赞成小姐姐。12洞说我娘是叛徒，我早就看他们不顺眼了。是该干点坏事，时候到。你们要做的便是我要做的。今日在化谷，11洞主说不遇虫6成可胜毒宫，我们联手拿下毒宫，也应当能有5、6成把握。如此看来，今日并不是没有机会，所以此行需借你一臂之力，而且要用你好的这只。好，哼哼，不管这12洞里窝着什么虎，藏着什么龙，我就不信他们连觉都不睡。今晚有乐子了。
半点功力没有，刚刚装的倒挺像回事儿，好像你很有把握一样。我老李可是要做大事儿的，不得有点魄力？再说，没有武力，我还有脑子。唉，李唐皇室怎么会出你这么个厚脸皮的人？哎，用词不当啊！这叫成大事者，不拘小节。看着董主住那地方，还真有点小兔丁丁的意思耶。这个洞主不错，有点偏。怎么还不回来？都快子时了，我一个毒神需要这么久吗？如何？有没有被发现？我已尽了全力，就算他再厉害，半炷香之内应该也无法御虫。辛苦了，剩下的就看我们的了。是你，有事？洞主，可否借一步说话？今日我有个问题，需要向你请教。请。我想问，御虫与武功，你更擅长哪一样？这个问题不涉及你们12洞的秘密吧？不涉及。虫毒两术皆源于12洞，就我而言，御虫要远比武功强得多。那就好。何意？如果你武功也很厉害，我怕拿不下你。原来如此。你们武功不弱，我很欣赏。只可惜你武功再高，也只是个人，百会被这么抡一下，必须给我倒在这儿！快，绑了他！接下来怎么办？先带回去，再做打算。路上一定小心，千万别让人发现。靠什么啊？朋友们，我演的可还像样？像样。你为什么？太久没有见到外面的人了，所以特别想跟你们玩，实在不好意思。你一直在跟我们演戏？是。妈咪说不帮我们救人，也是在演戏。几位，请跟我来吧。虽然你们勇气可嘉，但可知在12洞中，对洞主出手的后果？洞主，今日实属无奈之举。若你们能答应帮我救人，我们甘心受罚。不错，但受罚不够，得受死。我注意你很久了，我也是。来，聊聊。好啊。
小子，周身筋骨奇痒，痛苦难耐吧？你从崖上掉下来，骨头断了10之8九，要不是有我这通筋助骨汤，你就废了。只有我吗？还有5个，都比你状况好，至少他们在落地前灌神凝气做了准备，筋骨伤得不重，不像你直接往地上拍。不过呢，他们虽然不用泡汤，但是也得明天才能醒过来。你是谁？我应该是你大爷。差不多了。喝。这个，谢谢。我喂你啊。不敢，多谢前辈。啊，感觉气息都顺畅了。哦，爽！这蜂蜜酪可是我的独门秘方，多喝对筋骨好。坐。哎，前辈，请问坐。是前辈。还有啊，记住了，以后别叫我前辈。那叫什么？叫大爷。多谢大爷的救命之恩。哎，你这个后生不错。会烧菜吗？问你会不会烧菜？略懂，略懂。好，现在你可以做晚饭去啦。哦，对了，做你们中原的饭菜。哎呀，我先眯一会儿，饭好了叫啊。大爷，我还有许多问题想要请教你。老老实实的按我说的做，否则的话，少海太渊之沟，这都是活血行气的穴道，没想到他还懂医术，略懂一点。哎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大爷您醒了！你管我？这是你婆娘啊！你看她干什么？饭做好了吗？这个味道对，这个味道对。大爷，除了他们5人，你可还看见一个腰间挂着笛子的白衣男子？没有，估计就你们几个。奇怪。你不吃吗？多吃上好的才怪。快吃。哦。这个菜可是有意思了啊，什么都往里放，虽然味道不怎么样，但偏偏吃起来还很过瘾。你这是受过饥荒吧？大爷您高见，我这做饭的手段，确实是在年少时逃难的路上学出来的，当时太穷，填饱肚子而已。不错，今天你帮我填饱了肚子，我也不能吃你的白食，不是？这样吧，大爷帮你报仇如何？何意？你们几个是被12洞的人打下来的吧？识字吗？玉器形神，百利有。
专脉骨剑入水中，法偏向地纳万物，12经脉必自通。这是内功？此内功名为气经，中原的老物件了，适合你。怎么样，想不想学？大爷，您好意心领。实不相瞒，我如今已人无法凝气，修炼不了内功了。哎，去试试，万一行呢？还是算了吧。试试。啊，我说了，试试。你究竟是何人？我就是你大爷。他们也该醒了，明天有的忙了。雪儿姑娘，子凡，你们没事吧？这里是什么地方？李兄呢？还是先管好你们自己吧，来增进功力呀。你是哪个？上课，没错。那姓李的小子闷在洞里正在练功，距离出关应该还有5天。这5天里，我就好好的教育教育你们。算了，救命啊！老乖乖，你给我躲开！哎呀，你跑什么呀？你追什么？你不跑我能追吗？那不追我能跑吗？此笛是我精心培育了10年的红烛所制，拿着它，今天我传你一曲。啊，前辈，嘘，偷得浮生半日闲。来，赶紧陪我下一半。小安，女娃娃近来睡得不好吧？是不是时常心悸惊醒、绞痛不宁？关你什么事？你曾种过12洞的虫树是不是？而且就算你换了血除了虫，5年内这毛病也离不开你。这样，我传你一套功法，帮你去疾健体，可好？抱歉前辈，我没兴趣。哎呀，有性格，就不怕你这样的。你要干什么？听好，这是我用了10年时间练出来的灵虫，哪怕是12洞的毒树和虫树都能斗上一斗，更别提那些12洞外的小毒小虫了。行了，乖乖睡觉吧。子凡应该不会觉得辣吧？干嘛呢？哎呀，你怎么又来了？都说了多少次了，这金财是赤梦姑娘给我的，我不能给你。哎呀，我的宝贝多得很，跟你换好不好啊？那也不行，太可惜了。可惜什么？既然你不愿意拿金蚕跟我换大宝贝，我就送你个小宝贝吧。什么小宝贝？你跟那个白毛还没生孩子吧？是啊。老朽有个法子，可以让你俩混转离开，有兴趣吗？唉，老大爷，你还是自己留着吧，我现在还不想生孩子呢。以后再说吧。不错嘛，不错个吹吹啊！这我国难听死了，一股中原味。其实不吹这首也可以。那你叫我练这么半天？嘿嘿嘿嘿，只要是用此笛吹的曲就有用。有什么用？日后若遇险，有大用。下来。有船？你在树上搞什么？偷听啊？未必是偷听，倒像是偷看。前辈，恢复的如何？多谢前辈相救。可惜身疾易至，心病难医，你不是我该帮的人。哎，我多说一句，你身上还有未了的事，小心你自己。走了。前辈何意？
多谢前辈几日来的指教。怎么，收手了？不想赢我一盘？这盘上生生息息，皆看执棋者一念。固若金汤上可破，此消彼长，亦是常态。盘行至此，无猜。若强行开解，只会露出自身破绽，陷入败局。倒不如共生共息，倒也应民所愿。不错，你很不错。有你在，以后的路，他应该会无忧了。前辈，唉，时间不多了，那姓李的小子也该出来了。嘘，是不是很难听啊？小姐姐，他给我教你什么呀？他给了我一只虫。哇，看起来好好吃。子凡，这么多天你们就一直在下棋啊？嗯。师哥。大恩大德，晚辈无以为报。小姐姐，他这是咋过了？两个白毛小子打他！喂，你要搞什么？叫你们打就打。得罪。白毛小子，感觉如何？我若使出全力，应该也走不过50招。这内力，甘拜下风。我刚刚动作怎么会这么快？我这套气经已然已经你周身脉络，如今你体内残留的剧毒与志气已然全部散去，内力也变得更加浑厚，异动到行动的反应时间自然越来越短。小子，你天资聪颖且机运奇佳，同时掌握着天罡诀与七星诀2大绝学，虽根基尚浅，但有着气经给你打底，前途不可限量。师哥之前体内为何还有剧毒和志气？为什么一直不告诉我？当时我没帮你把他们的内力散干净，对吗？嗨，幸亏你没散干净，我才能因祸得福啊！不然我这辈子哪有机会学到这么高深的内功啊？是不是？不用担心，他只是怕你心里有负担。哎，好了，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！对了，大爷，大爷，你去哪儿？该做的事已经做完了，孩子，能见到你，大爷很开心。往后的路就要靠你自己了。你到底是谁？你已经问了3次了，我是你大爷，还能有假？我们走。哎，刘川呢？没想到你们还有命回来，可惜，就算如此，也休想让我们跟你去救人。抱歉，那晚辈就只能请洞主想一想。看来还不是时候，继续吧。
错，有点意。你不是很能打吗？你的人呢？怎么不出来？鼓掌了。还来？又是装的。几位如今的能耐，已然能够自己去救人，何必还非要拉着我呢？12洞只能帮各位到这儿。这一切都是你们安排的？不然呢？哟，你们这么快就回来了？小徒弟，看来又要开始活了。你们早就认识？跟你认识他的时间一样。可为什么你们看起来好熟悉的样子？我与侯兄皆是生而不凡之人，彼此欣赏，故而留他畅谈几日，如此而已，对吧，侯兄？正是。解决了。是，已送他们离开。不过，那游川身上似乎有些问题。100年前李先生所托，我族已然兑现，先人遗命已完成，从今往后与外界再无瓜葛。明白。对了，说来，你不是也姓李？见到后人，感觉如何？早年间冰神怪谈失窃，外界恐有大难。都是定数，曾经没有出手，现在又何必劳神？外界事，就由外界了吧。说，这么多天，你混得过11董主倒地高什么可啦？哎呀，吹就知道吹，哼，官话没听见？快说。禀师傅，对谈。谈什么？人生理想。为什么谈？彼此欣赏。就这样？无他。那你就不管我们死活？十一兄说，将师傅等人送下山谷，乃是为了修行，而师傅的修行，徒弟自然不敢打扰。既然我已经交代了自己失踪时的去处，那么少寺官可否也告知大家，你失踪时去哪儿了？哎，刘川呢？我们从山崖上下来时你就不在，你当时去哪儿了？说。我离开过。怎么回事？有问题。你身上还有未了的事，难道？小心你自己。游川，你到底有什么目的？别急。欢儿，去哪儿？督公，御虫场，准备就绪。下去吧。是。恭喜毒公如愿以偿。恭喜晋王同样如愿。7日后事成，晋王所需之物定如数奉上。大业指日可待。此事将了，不知那几条人命何时毒公才收得来？手段虽高明，但前几日的战果却不尽人意。晋王安心，小王自有安排。饶江12洞的洞外之事，他们管不了。如何？没有看到他。未向寨民打探过，没什么异常。现在已经到了饶州，看他这一路的方向，似乎是要去宛都窟。我们走。等等，吃梦呢？小女，
你怎么了？既然来了，就现身吧。圣斗，去找你。不死一场，当真要如此吗？哼，都出来吧。你何时在我身上下了毒？想知道？好啊。上回到底是他，还是这道毒在上头？职工上级要旨，待处理完毕，便会见你。紫西林中，一个有着12个纹身的女人，放了他们。那个人自称是圣女的母亲，并让那些中原人去死西林东十里处的12洞寻求帮助。川儿，为父派人盯着你，只是不愿看到你因为无力斩断私情而步入歧途。你可明白？找到他。承气之力，其图群妄之，所限制，独宠之何龙，若善者可成，操者却更似不自尽心。是你坚持到最后，终究还是输了。你让我偷听到你与李思远的谈话，是故意让我叛离。之后你下了通牒，让整个饶江追杀我和圣女，是为了让他们相信我。跟他们进入12洞，完成你的计划。你给李思远的到底是什么？川儿，回到义父身边来吧。万都窟内有我，你此次立功回来，为父会替你向所有人证明。不可能！为父老了。万都窟之整个饶江的未来靠的是你们，你必须要认清现实了。如今的你，无论是对于那些中原人还是整个饶江，都只是个叛徒。回来吧，你会知道你想知道的一切。川儿，我不是你的义子了。冲动啊！若是本王在你身上布下双生杖，与你共命，你这一刀岂不是葬送了自己？为父怜你，只可惜你屡次让为父失望。在你心中，本王是恶人，但你可知在圣女他们心中，你也是恶人。不，你一直就是恶人。从万都窟事变到软禁毁王，从不良帅殒命到兵神即将炼成，哪一件你现在认为满是罪恶的事，你没有参与？
你怀着善心却做尽恶事，再摆出一副独自背负一切的姿态，到头来得到的又是什么呢？可笑的是，背我而去，一路助他们对抗本王，可如今他们仍对你短兵相见，而你却独自在此忍受毒法，甚至妄图解救惠王。天下事皆为利。我儿有川，你什么时候才能长进呢？也罢，你不是想知道本王给李嗣源的是什么东西吗？放心，很快你便会知道了。果然，留下车上的人，我们留你们一命，如何？嘿嘿，想要？好。老爸！张兄，这几个带斗笠的就交给你们吃。督公不在，多加留心。师祖老兄，这两个手拉手，是我们来。我不。上次照顾不周，这次可没有那么容易让你们逃掉了。哦。他居然恢复了。条件反射，不好意思。来，再打我一下，我保证不躲。满足你。这你们也接？好了，热身完毕。哎呦，你看看他们多激烈啊！咱们是不是也得加点劲儿了？你的内力最强了。是啊，但你们的武功还是一样差。还聊呢？泽贝林，还傻点的东西们，给我滚开点！不行了，今天我会把你们亲手撕碎，我要让你们永远留在饶江。林兄，不可硬拼！好好记住这最后一幕吧！卖个破绽而已。太冲雪北风内力受阻，你们输了。
你们都要死！放轻松，二位。抱歉了。毒公把我们叫过来，就用这点人来接，真是搞得我们很没面子。退！哼，这里石壁很厚，我们打不开。雪儿、师妹，你们轻功最好，先带鬼王从上面离开。你们呢？我们再想办法。老板！老板！怎么回事啊？看来池里搞的小秘密就是他了。等了这么久，倒没让我失望。是他！小心！好快的速度！看我跟贴斑一样。看来这怪物没有痛觉，别贸然进攻，先将它破阵。躲下来，这速度绝非常人能及。这就行事吧。争下去不是办法，就算得了，恐怕也要费一番力。就这么办。师祖老兄，就这么办。恐怕只有这一个办法。快！好，喂，我还什么都没说呢。他速度太快，别拉开距离，缠着他打。一直不动，快！动手！关勇了，原来你们老鬼魂给我弟子是对付他呢。我在这儿呢！快走！哼，没想到他们居然能活着离开。毒公早有万全准备，此时不许我们担心。离开容易，再想进来就难了。已经快到死期里了，天梦姑娘，你别担心，姑娘一定有办法让鬼王恢复的。老板，老板你咋过了？什么7日啊7日后，冰山怪谈就要出世了。啊！刚刚那坛子里的，就是李春风前辈提到的冰神怪谈。这难道就是毒公和李思源的阴谋？鬼王，你且安心，那怪物已经被我们戳瞎了双眼，构不成危险了。你说什么？在哪儿？
许藏在整个饶江。你我吗？他会没事呢，对吗？嗯。是他。姑娘，莫哭了，我回来了。啊！现在距离我回来过了多久？已经过了2天了。还有5日，看来还有时间。侯老弟，你为何会在此？师爷，往后叫我徒孙便可。什么？你就是毒公的弟弟？正是。可为什么你看起来要比他年轻许多？哼，非是我年轻，而是他天天与毒树打交道，看起来会更加衰老。池里，早晓得你这么没用，我当初就不该把姑娘送到万毒窟去。看看她跟着你过的是什么日子啊！你居然让她自己一个人去中原游览。我让她去中原，是为了能够让她远离万毒窟的。我去！我告诉你，石莲，你说什么都没有用啊！这么多年不见，你不仅出口伤人，你还出手打人。婆娘，你变了。哼！你在这个破林子里面待上10多年试试，看看你会不会变。你还真是什么话都说得出来。冰神怪谈，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说来，这还是中原人赋予它的名字。你晓得还是我晓得？此法本无名，是我们蛇洞不能再命名的秘密。既然是秘密，为什么会出现在万毒窟？哼，哼哼。这就要从那个时候说起了。顺便问一下，你跟老爸是咋个认识呢？咋个相爱的？咋个生的我？你又是咋个变成叛徒的呀？哼哼哼，哼！
这些都要从那个时候说起。哪个时候？天佑4年，那时虽逢战乱，但长安依旧，蓝天白云下的石榴花香，足以让人忘记硝烟弥漫。那不能斤斤咬的说。哎，我老了，回忆总要有个起点，这样我才能慢慢想起中间的细节。就从你会绕江开始说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快！天湖行，天上行，参见大帅。不良人中，唯你2人来自饶江。饶江12洞有一古法，可知？不知。100年前，此法便列为12洞禁忌，用毒虫两术以毒制药，而后将人泡入其中，便可为其增肌筑骨。之后再以虫控人，成为以夷敌使之利器。如此，战无不胜。用活人做兵器，虽有违人道，但如今逆贼篡权大乱，岌岌可危，唯得此法，尚有生机。大帅是想用此古法抗衡朱温大军？不错，你2人1人善使毒，1人善御虫，此任务交于你们最合适不过。不良人吃力听令，庆祝龙泉之时，本帅曾命12洞交出古法，却终究未能如愿。今日你们即刻启程饶江，寻找12洞，将其中毒虫两术分别记下带回。分别？是。事关苍生，当不择一切手段完成。我唐命运系你2人手中。如何？这样讲可以吗？太可以了！他坛子里是人，原来毒公要组建一支军队。李嗣源，原来当时那些囚犯和9黎寨主并没有死。果然，事情没那么简单。大哥，此地已离家不远，前面阵子，且让马儿休息片刻。哦。来者何人？放行。身处乱世，人人皆不得安生。此兄我2人若能成事，大唐安逸，天下安逸。你一直看着我干什么？你长得好撑头啊！啊！哎呀，坏了！坏了！你搞什么要打死他？姑娘，城内无故走车马伤了百姓，按理说死的应该是你。哼，想让我死可没有那么容易。哎呀，你是饶地之人。是又咋个啦？我们兄弟2人也是。真的？哼，
少套近乎。他杀了我的马，你们必须把你们这2匹马都赔给我，不然这件事情没完。快！哟，刚刚的事情就过去了，大侠帮帮我。怎么回事？我抢了他们的马，本想我玩就还回去呢。凭你刚刚的身手，他们如何拦得住你？我看你是想拉我们下水，再趁乱抢走我们的马吧？你这么讲就不对了嘛！我想跑自然能跑，但凡事要讲个道理。而且刚刚马是你杀的，你觉得？就是他，动一动！大哥，要不要动手？连同他的党羽一起抓走。慢！不良人，小心眼住，大人恕罪。念你态度良好，那本大人就网开一面。都滚吧！是，快走！走！太慢了，跑起来！跑起来！跑起来！哇，你们不是一般的人啊！情急之下亮了身份，大哥勿怪。既是同乡，理当尽力相助。哎呀，不知来此地所谓何事啊？前些日子我一直在长安忙些事情，忙完之后准备回家，但好不容易来一次中原，当然要偷偷跑出来到各地玩玩了。中原战乱，到处都在闭关，拿着它，大哥，方便你游玩。送我？那我偏不要。哦，不知你想要什么？方才失手杀了你的马，得好好补偿才是。小伟，俺刚才的菜再来一遍啊，女侠，这可不少钱呢。姐，瞧不起是2个有钱人是不是？拿去。菜来啦！慢用啊！大哥，你究竟为何？看他手臂。这是12洞的刺青。12洞踪迹难寻，如今是天赐良机。我这就跟他说明实情。慢，此人身手极好，可性子颇为古怪，且12洞避世已久，定不寻常。以防生变，且听我一计，必可骗他带我们进入。骗？这不好吧？成大事者，要不择手段。大帅的话你都忘了吗？不过，我可不是那么好骗的人哟。你这种小程序我也会。说，为什么要喝12洞？为了救人。救人？救哪个啊？救你。救我。救他。来，多吃点。救他。好嘞。还有他们，救这个天下。如今大唐失颓，逆贼四起，我备当挺身而出，无畏无惧，否则会有数不尽的人死于战火。我知道你们拥有拯救苍生的古法，所以求你帮我。你真的好衬托啊！你……哎呀，我晓得了，傻小子，你要救人，需要去12洞学我们最秘密的古法。我知道此法重要，要你带我们去，你一定会很为难，但是……放开我！姑娘，你为什么？我很喜欢你，你娶我做婆娘，咋个些？哇，这么突然！哇，我年轻时这么主动的吗？咦，之后呢？记不清了，当时我的思绪本就混乱。那就挑一些重要的说吧。我记得，之后我们就打起来了。打起来？为哪样？
因为他当时不愿意替我做婆娘，但他的哥哥告诉了我一个办法。现在你已经进了我房间2次，可以娶我了吧？你叫什么？吃梨。你呢？仙蚕。怕什么？来，我送你一个礼物。礼物？哎。小心啊！好吃吧？前面就是饶江了。这么快，还没玩够呢。其实，我同意娶你，并不是因为祖宗的规矩，那是为什么？因为我也是真心喜欢你。那个，我虽然很喜欢2位前辈的直率，但很抱歉，还是得打破一下现在的气氛。我们时间紧迫，能不能讲点更有用的？比如，你们最后学没学到古法？学到了，婆娘带我们进了12洞，我和赤力2人分别学会了其中毒虫2法。也正因为此事，他才会被12洞放逐至死西林。你为何骗我？你说过，帮助我不会有任何惩罚。对于我，这并不是惩罚啊。12洞很无趣，能离开那里，我很开心。可你要永远留在这儿，这儿可是死西林。我能活下去。12洞的人不会出事，跟我走吧。不要过来，这是我的选择，不准再喜欢别人啊！我还能见到你吗？在梦里，也许可以吧。我曾去死西林寻过他很多次，但从没有再见过他。应该是他在躲着我吧。冷吗？我晓得你们要问什么。12洞从不参与外界纷争，也不会无故前往外界。哪怕我将那古法流传于世，他们也不会因此对外界出声。这就是规矩，那里规矩很多，我不喜欢，所以小时候经常偷偷跑到外面玩。规矩对于我，什么都不是。但这次不行，我是12洞被放逐的罪人。若离开放逐之地，12洞不会杀我，但你和他都活不了。这也是规矩，以惩罚染指外界的罪人。回王，你们寻得古法之后，为何没有将它交给不良帅？因为太迟了。在前往长安的途中，我们收到了大唐已亡、不良人解散的消息，古法祸根却永远留在了我们2兄弟的身上。而后大梁出力，世道渐乱，我们回到饶江，隐秘古法，决心再不涉足中原。但那时的饶江，
同样是内乱不断。我本想安于一片寸土，不论纷争，可最后却还是改变了主意。为那样？因为你呀，姑娘。啊？因为你从死溪里来到了我身边。迟梦，但从看见你的那一刻起，我便下定了决心，要让饶江的每一个孩子都不再受战乱之苦。10年，整整10年，我与赤力费尽心力整顿饶江，建立了万毒窟，终于换来了些许安宁之乐。可随着万毒窟的壮大，我那兄长的野心悄悄地滋长。他不止一次向我提出，希望能够合力引冰神怪坛出世，守护万毒窟千古。起初我根本没有怀疑过他，只觉得那古法以人做利器，十分不祥，便屡屡拒绝。可后来的几年里，此事渐渐淡去，我却慢慢发现万毒窟内部出现了毒与虫的派别之分。我虽极力维稳，但为时已晚，而这一切都是吃力挑唆。最后杜王八终于暗中策反了整个万毒窟的毒神，向我老爸出了手，软禁了他，还将他手下最忠心的那些阿叔全部都关了起来。是我辜负了所有人，只因为他是我的兄长，所以我没有地方的。唉，这么多年了，你个傻小子，还真是一点长进都没有。一直以来，毒公是要逼你交出古法中的另一半重数，怪不得他将前届大会的日子定在了5毒日，原来是想借助5毒日的加持和外来虫师的力量，去炼那控制冰神怪坛之虫。不错，这么多年，他无时无刻不在潜心研究，可这又岂是他能参悟？他以为偷学了我的万蛛术就能如愿，却发现就算是万蛛术这等诡谲虫术，对于冰神怪坛，也只是如操控其一。若想一人便掌控全局，非12洞古法不可。可是，虽然千阶大会他没能如愿，但终究他还是成功了。这就说得通了。第4元因之前真假天子一事树敌无数，虽然晋国势力不小，但若想剑指中原，还是向外求索最为稳妥。恰好毒宗欲引冰神怪坛出世，一血枫叶之辱，二人就此联手。事成后，他们定会血洗中原。不错，而赤力则会趁机夺取整个天下。如今他已经获取了完整的古法，若不阻止，中原永无宁日。前辈，毒公现在会在何处？凭他的虫术修为，绝不可能独自炼出此虫，因此他定会集结我万毒窟中坚力量，而能让这么多人同时育虫的地方，唯有玉虫场。5日后，齐虫城，冰神节，天下便再无天下。保重，不要让姑娘有事。老妈，我们会回来呢。可吧。好麻烦啊！怎么回事啊？是暗纹，半炷香之内吸干我们几个应该没什么问题。避毒珠可还能用？
不过，我老爸可比比督主有用。这重镇是我与赤力当年花了数日联手布下的，本是为了在空虚之时抵御外敌，没想到却是自作自受。前辈，你可有办法破解此阵？侯青老弟，此处可有尸体？禀师爷，死人味很淡，最多不过5人。5人，若再加上这位有金蚕的姑娘，2日便能解开此阵。啊！可我们从死西林一路奔波到此，如今只剩2日，鲁公就要将虫炼成了。所以破虫阵只是其中一个办法。你还有其他办法？还记得9离寨以御魂扣着沙土聚散，使人可藏于地下伏击。对，走地下。既然他们用虫阵挡着我们，我也还他一个。别忘了，现在毁王可在我们身边。虫藏于地下结阵，但要大范围移动不易。从此处到御虫场，也许可以。也许，只是也许吧。但总有一个也许是一定。那古法中的虫，应当不止毒功能炼出。是啊，对呀，老爸，你的虫术可比毒王八厉害多了。若是你手中也有控制冰上怪谈的虫，到时候那些坛子里面的人，还不是都得听你的？不错，如今事态已无万全之策，无论如何行事都无法十拿9稳，只有放手一搏了。前辈，一切听你的安排。娃娃，今日我们听你号令。你长大了，也该到了拿主意的年纪。可是，师父，请。什么姑娘？我们听你的安排。你们，我相信你不会把我们害死的。下令吧。万毒窟就交给你了。我知道了。如今事件紧迫，分头之后必须要尽快完成任务。徒弟，陆姑娘，你们2个就按我老爸的方法尽可破阵。老爸，你必须尽快将地面之下的虫阵帮我布好，然后留在此处，连那古法之上的奇虫，若是需要，我徒弟会一边控尸一边帮你。遵命。而我就来控制地面下的虫阵。小火锅、小姐姐、张子凡，你们几个就跟着我一起和御虫场捉毒王八。明白。 2天之内，无论哪个先完成任务，都想办法阻止毒王八将虫炼成。但万一失败了，我的要求只有一个：你们所有人都要活着。你明知道，这么短的时间，我绝对无法炼出那古法中的虫。但只要在那些年轻人心里，你能练出来就行。天太黑了，有时还是需要点亮的。阿叔。 不是我不想帮他们，12洞有12洞的规矩，我不能离开。很好火，谢谢。但你可以离开，做你想做的事吧。从今日起，不要再回死西林了。 去吧，不会有任何人因你而死。无论你在外界做了什么，出了任何问题，我担着。你今天看起来很精神，离开。 去了大半，就要成功了。
外面的下雨还没有完全散去，小雨还有多久？就快了。成功了！走。到了，就在上面。囚禁在万毒窟已久，是毁王刚刚救的我们。他们不管，看尽世界最强的虫师，都是我老爸的兄弟。退后！这是。没事。幽川，怎会变成这个样子？太迟了。王八，你把幽川给我抓过来！因为你屡次坏我大事，愤恨本王，如今能有如此下场，本王也是开恩了。王八，你又把你找回来！练成了，你能活下来，当真不易。万毒窟的叛徒，你对我们做的，今日会让你加倍奉还。锋芒依旧，知道这么多年为何本王不杀你吗？因为你们什么都不是。当年能拿下你们，今日依然能。就这些吗？果然，你的那些小秘密，并不都藏在万毒窟。老爹会演，但就这几个人，你们敌得过吗？怎么会这样？之前被我们刺杀的那个怪物，也没有这般实力。明白了，看来武功越高之人，练成冰神怪坛后，便会越强。错，比普通人所练冰神要想拦下你们，的确有些吃力。但杀死官华父子后成妖，再加上我万毒窟救你，哪一个称得不是1等1的优势？为了这12洞古法，当年连不良帅都要亲来扰地。今日你们谁也无法活着离开。如果能活着离开，你死才不行。妈妈啊！冰神怪坛的确有点厉害嘛，你变得好老啊，失恋。12洞的罪人，陪他们一起下地狱。
杀你是有点难了。以后会更难。走地下，退！魏王！魏王！你就继续躲在这些怪物后面做王吧，早晚会有人来取你的命。那就看看吧，谁的命先被取走。阵已经无法使用了，快走！等等，你们看，是冲着我们来的，离开这儿！来不及了，你们交过手，他们的速度你应该比我更清楚。跑不掉呢。人的轻功再高，都跑不掉了。姑娘，你们12洞搞出来的东西，怎么就这么烦人呢？你要干什么？哦，我突然想起来，我还有一招独门重术，你从来没有见过呢。老爸耍给你看，好不好？我不看。都站远点，保证精彩。好啊，那我们就跟你一起看。你这个娃娃真是什么都好，就是太聪明了。姑娘，以后跟你这几个阿叔搬到中原去如何？回王，那里的景色可比10万大山好多了。老爸，你不要乱说，我们快点走。惠王，我们答应过赤梦姑娘，要替她拿回饶江。不错，事没办成，我们谁都不走。孩子，你是个聪明人，老爸，古法中的重术都在其中。听娃娃说，你精通中原医术，也许能找到什么玄机。前辈，乱世求存不易，从不良人解散起，我辈就已至终局。这灾祸当初由我一人酿成，今日理应独自承受。老爸有把握拖住他们一炷香，够你们离开了。走。不行，老爸，你放开我，我要跟老爸一起走。老爸，这是唯一的机会。我晓得。各位，再会。你们万古万劫不休。
我身后这几个男人只晓得吹牛，我不在，他们挡不了多久。等他醒来以后，告诉他，以后如果不愿意管王都窟，就不管，想做什么就做点什么。一本人有一本人要做的事，所以我们留下，你们离开，做你们该做的事，明白吗？回答我明白。明白。我听不见。明白。再见了，娃娃们。如何？虫无名，形如蛇。要控此虫，虫时必须藏虫于口，并即声、形、闻、味、触五感，与虫共享之。怪不得毒弓成了那副模样，原来他的身体早已五感尽失，靠着虫在维系。他说话时，应当也是虫在口中震动以发声。不错，此虫便是控制所有冰神怪谈的元凶。如今唯有除了它，方可了却一切。要滋养此虫，身体所承受的代价极大。毒弓毕竟年迈，已构不成什么威胁，但他身边的护卫，却是我们绝对无法逾越的天堑。就算我们5人合力，有些许抗衡救补的可能，但别忘了，他还有花夫子、鬼头妖、游川，还得加上追逐我们而来的那些。回望他们，应该撑不了多久。郑兄，你可有办法？首先，应彭燕我们绝无胜算。再者，毒弓心思机敏，身边有护卫周全，若想要单独引开其杀之，可能性很小。但除虫难，我们是否有可能从冰神怪谈下手？何以？今日有川见到赤梦后的反应，你应该瞧见了。奇怪，按此书讲，人在被蛊法中的毒药汤浸泡后，会被抹去全部记忆，成为一具躯壳，无神无识，任人驱使。为何唯有游川会如此？你懂意，不该问我。心有所依为之意，意之所存谓之知。虽不知另一半毒法是如何抹去人的神识，但它一定作用在人的心脏。可有办法让冰神怪谈恢复成正常人？我是没有办法，此蛊法极其晦涩难懂，也许只有12洞能有办法让他们恢复。明白，但12洞人绝不会出手相助，毕竟蛊法是外界人拿出，果报也应该由我们担着。就算去了12洞，恐怕也只是浪费时间。真的没有办法了吗？等等，虽无法让冰神怪谈恢复成人，但毒汤抹除人之神识，定然作用于心。若是在浸泡毒药汤时封死心脉，倒真有可能出现游川的这种状况。封死心脉，那人不就死了吗？也许他就是要死呢。游川善恶分明，若晓毒弓阴谋，定会反抗，所以他
很有可能是在被毒药浸泡时，企图自我了断，以阻止毒功对自己的控制。没错，所以他封了自己的心脉，虽然最终失败，但却误打误撞的保留了一丝神智。你们留下照看之梦，弟兄，走。出什么事了？同心老兄，他们应当是还未被唤醒。必须毁掉他们！等等，不可能，有办法解决这一切了。是吗？小果果真的有办法？放心吧，他说有办法，就一定会有的。是啊，赤梦姑娘，趁现在还有时间，多休息一会儿吧。是因为冰神怪谈就要来了吗？赤梦，我一定会亲手杀死赤离，替我万毒窟死去的人报仇。但现在我们不能停下来，不能让那些怪物追上我们。我们走，和看看小果果到底有什么办法。师哥，师哥，我可能有办法解决这一切了。李兄，务必尽快，那些怪物随时都会追上来。再急也别忘了给雪儿师妹他们弄点吃的。小妖女情绪不好，但逼也得逼着她吃啊。三教如雾，如玉，如毒，一通百通，一灭俱灭。冰神怪谈，活人炼制成的兵器，需以毒药浸泡肉身，增肌助骨，并抹去全部神识，使人成为躯壳，再御虫控制，以一敌十。皆武功越高之人，成其后能力越强。毒功不明则已，一出手便是灭顶之灾。纵然千丝万缕，但冰神起后，使人万难抵挡，终焉唯有死尽。既然退路全无，只盼以我死，争个王破。华阳镇，求保我一丝性命，借12洞冰神怪谈之力诛杀毒功。若我失败，且不谈苍生，至少不能身边人能逃离饶江，再做抵抗。师哥，李兄，你这样太不好意思了。辛苦人间无常事，回去正是波浪心怀天下苍生血，成就王主王心怎么了？这便是忘却一切的过程吗？
下回光了。你不会忘记我的，对吧？不会忘，我什么都不会忘。是什么让你不忘？是这一路上的所有触目惊心，触目伤怀，触目悲感，略无欢情。雪儿，可笑这天下满目苍凉，便是你不忘的缘由吗？乱世之后必是大同，你别装的什么都不懂。你欲何为？让天下大同。你欲何为？让天下大同。李星云，你到底要做什么？我要杀了毒公，为了我的挚友、挚爱。可代价呢？现在回头还来得及。可如此，他们面对冰神怪谈便无法阻挡。你以为独自牺牲很伟大吗？称帝吧！用平息冰神怪谈的第一场战争，用鲜血和罪肉做你的终极大典。你要成为李家的罪人吗？你要辜负从古至今所有为李家牺牲的人吗？别忘了，为了几个所谓的朋友，你将会永世成为坛子中的一个怪物！让我别像你一样，永远躲在水面之下，面具之后。好样的！记住你要做的事。记住我要做的事。我要杀了毒公，杀了毒公。这种力量，难道师哥他真的已经……继续追！李兄，是你吗？你怎么了？我没事。野鸡出招，打了他！好险，我们走。看来师爷的防线破了，那群怪物已有部分追上。此地不宜久留，退！敌不过他，我数3个数一起跑。3。不要救手，这边。李兄，走。
还记得我们？小果果，都别过去！李兄，李星云，李星云，小果果，师哥！化阳针管用了！这里到万毒窟有多远？1天就能到。但我们去，恐怕也只是添乱。不，我们去不是要帮他杀毒公，而是要挡住万毒窟外的那些冰神怪谈。没错，毒公是控制一切的元凶，他遇袭，原本追杀我们的那些怪物，很有可能被他召回，所以我们必须守在通往万毒窟的必经之路上。如果他们真的杀回来，我们必须替小果果拖住他们。红星师祖，你去哪儿？我骂人儿。李星云，是李星云来了！就是这。显参前辈说的没错，一辈人有一辈人要做的事，所以是个李兄，小果果，星云，就让我们做好我们该做的事吧。无论为了什么。不好了！毒公，毒公！欢迎你，中原人。
什么了啊？就凭你现在这样吗？又来了！如果有动手，死手！今日我们没有任何留守的理由，来者尽杀！跟紧我，无论去哪儿，都跟紧我。杨玉宝，恐怕撑不了多久了。坚持，就让后清师族里人去找帮手，至少是3回。别这么快！坚持，他们的数已经不多了。你就这点本事吗？怎么办？还有几个？还有2个，我先帮你量上。杀干净了。怎么会？小五，你们怎么会来这儿？当然是因为赤力，那老东西再折腾下去，生意就不用做了。万毒窟屠后，拜服入宗，人神共愤，我族受神明之引前来助阵。是洞神大人拯救了我们，今日轮到我们出手。千武，没想到你居然欺骗了我！不错，害得我们之间差点伤了中原朋友的性命。今日我们必须要找他要个说法。但是你们又是在乎知道杜公的阴谋的。十二洞亲自发的话，还能不知？杜公欲引中原战虎之饶将，乱晋毁王，十分猖狂，偷人瓦片，抢人存粮。听说他衣来兴致，还不让底下人吃饭上茅房。今日便多谢石英雄，君子之交不谈闲。不过你连夜让我愚虫传出的那篇关于毒公的告辞，是否有些过于夸张了？毒公好歹是个有头有脸的人，自说太守不像样子，便随意凑凑。哦，原来如此。这么正式，所谓合适？若不正式，不太合适。石英兄，我另有一事相求。看来
真的是我徒弟。赤力这种败类必须铲除！饶江的兄弟姐妹们，今日便是我们替先祖除害的日子。不回来了。不可能。
你一定很恨我，不是吗？臭热死，我也会死。你不想看着我这么轻易死的，你不会的。想要跟豌豆蔻死去的人报仇，就要让你求死不得。我确实不想你死，现在更不想让豌豆蔻爱奋力抵抗的人死。把虫交出来，这里我只说一次。我知道了。放生场。娃娃，他虽不善武艺，独功的名号可不是白里叫的。我的五感已经全部献祭给了七重，若死，我便会五感尽失而亡。但现在我的双生杖已在你身上种下，我死了，你种香后，你也会跟我一样。娃娃，如果不想五感尽失而亡，就收手吧。你我本同根，如今又共死，从今以后，本王定会保你。怎么回事？成功了！太好了，伤得不重。小妖女，诗诗，能懂了吗？你自己把这毒法的法门说给我听，快六宫秘术，没人解得开呢。12洞一定可以。你住香的时间可不长，你能像蝴蝶一样飞啊？走，我带你去我小时候最喜欢的地方看风景。小妖女，小姑姑，陪我去，好吗？来，咋个样？我们饶江的风景美吧？可惜，这个丑棒子真不帅，我都没心情看景色了。小姑姑，你带游川国一起去石崖洞，让他们想办法把你们恢复。我徒弟能让石崖洞的人将毒功的阴谋昭告全饶江，还是挺有本事的。如果你们自己可没有用，就让他带你们看。你傻啦？点头啊！如果能不死就好了，这样我就能带你和小姐姐张子凡还有陆姑娘一起在我家好好的玩。如果能不死，我就能留在这里好好的管理豌豆蔻，永远不跟中原打仗。如果能不死，我还可以每天都讲好多好多话，骂好多好多人。如果能不死，我就不要再喜欢你了。李星宇，哎呀，你这个人烦得很，以前总是跟我唱反调。我问你啊，我杀了毒王八，替大家报了仇，我厉害吗？厉害。那我唱的笛曲好听吗？好听。我长得漂亮吗？漂亮。
不想死，我也不想跟耶律大国故事里的天山玄女一样。可惜玄女永远也无法知道，心上人的心里到底有没有他。你呢？告诉我们。小李，我告诉你，你是虫师，娘娘宠是什么？什么宠我没吃了了？它虫的主人便会知道，食虫之人心中对自己是否有情。想哭就哭，想笑就笑，想到好的事情就追着跑，想睡就睡，想闹就闹，想去哪里不管天涯海角，想走就走，想抱就抱，想念有时比相见更美妙，想静就静，想叫就叫，想发呆就不许别人打扰，绕江的潮还在心中浮飘，丽江的水mang眼梦的歌谣，暖暖的乡音将回忆心住牵绕，身在江湖心却不停靠。哎呀，我的心被谁下了蛊，一会儿仰着笑，一会儿痛着哭，思念是否是条崎岖漫长路途，多少岁月才能走完这场地图。想走就走，想抱就抱，想念有时比相见更美妙，想静就静，想叫就叫，想发呆就不许别人打扰，绕江的潮还在心中浮飘，丽江的水暖眼梦的歌谣，暖暖的乡音将回忆倾注缠绕，身在江湖心却不停靠。哎呀，我的心被谁下了蛊，一会儿仰着笑，一会儿痛着哭，爱上一个人究竟是甜还是苦，我想抓住心里的那一只小鹿。走吧。门主，饶江一行，您辛苦了。由您在此地主导，晋王那边已成坚果。
你别说，大哥的声音还挺有特点，以后不如就用他的声音算了。行了，恢复的如何？多谢二洞主与总洞主，能出手将我们这些人恢复如初。要谢还是谢姓侯的那个老弟吧？若不是他求11再联合一帮人，天天在总洞主那里静坐，我们也未必会管。是他。哎，时间差不多了，我要走了。你呢，身体也基本恢复了，继续执着你的事儿吧。有些事，还是重新开始比较好吧。哟，开窍了。之后打算怎么办？遵各位前辈之命，留在这里修行吧。仅此而已。唉，其实我还想喝点酒，然后呢，再睡会儿。哎呀，雪儿，你就告诉我吧，你手里那个大蜗牛到底是什么呀？吃的。吃的？怎么？你不信？叫！哎，笑什么？换你们能信啊？是啊，我跳。悠悠众生，因果循环，大道至简。世间若尽是不如意事，越是执着，便越是苦。不如安下心来，看该看的风景，做好该做之事。初心着想，所无如此。就像曾经有对紫衣姑娘，第一次来周月时一样。设定了啊，别反悔！哎，可别被摔了！放心吧，我出马。李轩，你可要输了！反正我请客，也是你拿钱，我怕什么？晋帝亥良，陛下首任反臣袁天罡，后遭不良人余孽追仇绞杀，至今寻踪未果。你是不良人？君认为是要借你的命？大帅死于李青云之手，不良人各自为战，只有死路一条。天子究竟在哪儿？你可知道，有时候眼睛不一定为实。他被两个不良人打揍了。这一切的背后都是你无法撼动的势力。世仇解万，安难乐死。这局中皆是不祥之人，那他无往，我也要走下去。真相到底是什么？